他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多了3个男友，一想到身为直男的自己要被3个男友降养，于是沈洛想也没想，连夜收拾东西打算跑路，却没想到吃里扒外的系统拍照通知了3个男主。喂，3个男主吗？你们老公要跑路了！得知消息后，内心自卑阴暗的学霸，宝宝，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不要我了吗？高冷禁欲霸总把人困在办公桌上。宝宝乖一点，你的腿很漂亮，我不想你失去它。温柔病娇医生拿上了手术刀。宝宝乖，只要不跑，那手术刀就不会落在你身上。看着面前想将自己占有的3个疯批病娇男主，沈洛直呼救命。此时花园别墅内，一个瘦高的少年拖着行李箱急冲冲向着别墅大门走去。此刻他的脑海里一道软唧唧的声音正喋喋不休：哥哥，你相信我，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不然被他们抓到你跑路，你会很惨的哦。沈洛傲娇的哼了一声，只要我跑得够快，他们就肯定找不到我。不是这样的哦，沈洛哥哥，他们肯定会抓住你们的，因为我给他们3个通风报信了，而且还拍了你要跑路的照片。意识交流间，沈洛的前脚踏出了别墅大门，后脚一道阴沉森冷的声音传了来：阿洛，你这是要去哪？沈洛的心狠狠地跳动了一下，是自己幻听了吗？为什么他听到了江夜的声音？沈洛摇摇头，现在可是凌晨，江夜应该乖乖待在医院才对，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沈洛认为一定是被系统家伙整天念叨出了幻听，完全不敢回头确认。阿洛，你这是要躲我吗？可那道阴沉森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鬼魅般的声音入耳，沈洛整个人都毛骨悚然住了。他回过神来，缓慢地扭头看去，只见不远处樱花树下正立着一个如鬼似魅、穿着病号服的少年，看着他，沈洛控制不住的手抖，心中的害怕如同泛滥的洪水将他淹没。阿洛，怎么不说话？少年的脸光影斑驳，忽明忽暗，狭长的双眸似乎有疯狂的东西在翻滚。沈洛身体轻轻一颤，这才惊觉身上竟然起了一层薄汗。花树下的少年叫江夜，是他的男朋友之一。他叫沈洛，是一个穿书者。穿书后，他有3个男朋友。软软是他的系统。别看他说话软绵绵，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其实就是个小骗子。那小骗子不仅从一开始就隐瞒了这是一本一寿多功的花堂文，而他就是那个倒霉收的屎，还骗他说这是一本讲兄弟间纯纯有爱的文，让他刷几个男主的好感值就行。信了软软的鬼话，他掏心掏肺拿几个男主当兄弟，几个男主却一心一意拿他当老婆，1个2个3个都想睡他。可若他不答应几个男主交往，他就刷不满好感值，也就离不开这个书中世界。于是他只好在软软的建议下，暂时先答应和3人交往，等刷满好感值再离开。计划很完美，他也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可是离开的时候出了差错，不知是软软学艺不精，还是那小骗子又在骗他。他明明刷满了几个男主好感，却依旧离不开这个世界，这很尴尬。他不仅离不开这个世界，他还得在这个世界继续生活，而旁边还有3个对他虎视眈眈的男朋友。软软在一旁站着说话不腰疼，3个男朋友哪点不好吗？一起带出去多威风多有排面啊！你觉得他们3个能和平的充当排面吗？更何况他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可是一夫一妻，对待感情要忠贞从一而终，他可做不出同时和3个男朋友酱酿的事。除此外，他还是个正儿八经的直男，所以前几天他果断的跟3个男朋友提出了分手。至于分手结果，沈洛至今想起来都还瑟瑟发抖，所以他连夜收拾包袱，打算快点跑路，跑得远远的躲起来。可看着花树下满身染血如鬼似魅的江夜，他知道自己的跑路计划失败了。沈洛哥哥，你惨了，你会比分手还惨，比分手还惨。听到脑海中软软的声音，他回想起了几天前分手的画面。几天前，沈洛打算找男友们商量和平分手，他来到了总裁苏九的公司，刚进门，苏九的助理已经站在门外等候了。林少爷这边请。沈洛说了声辛苦，便跟着助理走向苏九的办公室。苏九的办公室装的是极简风黑白灰搭配，和他的人一样高冷禁欲。见到沈洛，苏九严肃的神色温和了不少。宝宝，你先坐一会儿，等我处理完这份重要文件，咱们就一起去吃晚餐。说话的同时，苏九从冰箱里拿出沈洛喜欢吃的小零食。他不喜欢吃，但他知道沈洛喜欢，所以他的冰箱里便时常备着。沈洛坐在会客沙发上，看着苏九拿出他喜欢的零食，到嘴边的话突然就说不出口，还是等苏九处理完工作再和他提分手的事吧。你可以先想想晚上吃什么。苏九关上冰箱，抱着小零食向他走来。他有1.86米，很高，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包裹在他身上，显得肩宽腰窄。这不是沈洛第一次见苏九穿西装，但每一次见沈洛都觉得这个男人穿西装是真帅。就算此刻抱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小零食，举止投足间依旧是豪门贵族滋养出来的金贵。沈洛偏了下头，打量苏九，好奇问：九叔，你怎么戴眼镜了？防辐射。说完，苏九又突然幼稚地问：好看吗？沈洛点头，含笑的眸子里星星点点，好看。九叔真帅。苏九轻笑了一声，伸手揉了揉沈洛细软的黑发。宝宝真有眼光。宝宝是沈洛的小名之一，他喝醉酒被苏九捡醉下，哭着要苏九叫他宝宝。之后苏九便一直这么叫他，他可以在苏九这里任意的撒欢，而苏九会一直这么宠着他，纵着他。就因为苏九对他很好，所以他选了苏九作为他的第一个分手对象，颇有点挑软柿子捏的不要脸。软软忍不住腹诽，把吃人不吐骨头的花式文男主当软柿子。沈洛哥哥，你对你的男朋友们还真是一无所知。沈洛没有理会软软，他只期望今天分手顺利，希望苏九不要太伤心。苏九就算是在自己办公室，他的西装依旧穿得整整齐齐，整个人透着一股禁欲到极致的感觉。可惜他不喜欢男人，若他喜欢男人，就选苏九当男朋友。这个男人虽然已经30了，年纪是大了点，但老男人会疼人，而且苏九身材好，长得帅，禁欲系老男人越看越有味道。苏九突然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扭过头看过来，恰好与沈洛的目光撞上。沈洛愣了一下，而后弯眼有些心虚的笑笑。苏九也弯了一下眼，抬起手指朝着沈洛勾了勾：宝宝，过来。沈洛放下杂志，听话的走过去。你文件看完了吗？完了，想抱抱宝宝。话音未落，苏九突然发力一拉，毫无防备的沈洛直接跌坐在了苏九的腿上。怎么感觉瘦了？苏九的手顺势落在了沈洛腰肢上，捏了捏。那个，既然你看完了文件。
我想跟你说件事。苏九抱着人哄小孩一样轻拍沈洛僵直的背，什么事让你如临大敌一样？说来听听。沈洛抿了抿唇，在开口时语气卑微的恳求，能不抱着我吗？不能。到底什么事？说话间，苏九把人抱得更紧了，下巴也直接落在了他的肩上。苏九说话时，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沈洛的耳轮上，那只白皙小巧的耳朵瞬间如蒸熟的虾。苏九笑了起来，他的小男朋友还真是单纯的可爱。沈洛紧张的吞咽着口水，腰背僵硬的越发挺直，几乎都不敢动了。他艰难的开口：“九叔，我想分手。”苏九亲吻他耳朵的动作顿住，眼睛后狭长的眸子微眯阴色暗沉。你说什么？不知为何，沈洛突然就有些害怕，他越说越小声：“我说我想分手。”苏九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整个办公室安静让人窒息。沈洛心里的害怕更强烈了，他如坐针毡坐在苏九的腿上，却一动也不敢动。他不停地吞咽着口水，只想苏九能给他的痛快，不要再这么折磨他了。好半晌，苏九终于动了，他抱起沈洛，把他放在办公桌上，双手撑在他身侧，眼睛注视着他，语速极慢地问道：“宝宝，你刚刚说什么？”开弓没有回头箭，沈洛瑟缩着肩膀，小声说了句：“我想分手。”苏九就站在沈洛身前，静静审视着。良久问：“你认真的？”沈洛以为有戏，他大胆地抬起头，看着苏九，真诚地说道：“认真的。看在两家是世交的份上，我们和平分手吧，好不好？你这么好又这么帅，肯定有好多人喜欢你。我这种小屁孩配不上你。”苏九勾唇自嘲一笑：“既然我这么好，那为什么你又不要我呢？”沈洛讪讪的笑，眼神飘忽：“是我不配，配不配难道不是我说了算？”苏九语气变得凌厉逼人，说理他肯定是说不过管理一家上市公司的苏九。于是沈洛打算耍无赖，他头一偏像个闹脾气的小孩：“我不管，我就要分手。理由？”苏九抬手疲惫的捏了捏眉心，耐着性子沉声问：“就是没意思，不想处。”沈洛鼓起脸颊嘟囔着说：“是因为我工作忙，没怎么陪你事情了吗？以后尽量多陪陪你好不好？乖，咱不闹了。”苏九尽量压制着心里的怒火，语气依旧宠溺。沈洛微微蹙眉，心想：老男人能不能别这么体贴？这让他一个渣男情何以堪？可他真的不喜欢苏九，从始至终他都是把他们三个当兄弟当朋友。他现在不想当感情骗子，长痛不如短痛。沈洛下定了决心，他抬头挺胸，直视着苏九的眼睛，大声说道：“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我不想处了，不好玩，不喜欢，没意思，腻了，懂了吗？”说到后面，那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声声坚定，果决无情。话音落下，苏九依旧只是沉沉的看着他。沈洛又突然耸了把肩膀，缩了回去，神色后悔，他是不是太决绝太无情，伤了苏九？苏九看了沈洛良久，发现沈洛眼里除了果决无情跟坚定，还有一些害怕、后悔、同情，却唯独没有他想看到的那份喜欢。苏九知道沈洛没有骗他，他真的要和自己分手，可这绝不可能。苏九无奈又苦涩的一笑，伸手揉揉沈洛脑袋：“你呀，还真是不乖，既然好好说话你不听，那只能……”后面苏九没说，但这一瞬间苏九的神色变了，似乎变得冷漠坚硬。他抬手取下眼镜，随意扔到桌上，接着手指勾住了一直规规矩矩束在脖梗上的领带。沈洛搞不懂苏九要做什么，但却本能觉得危险。“九叔，你干什么？”沈九没理会他，直接扯下了领带，而后抓着他的手反剪到身后，领带一圈一圈缠绕了上去。沈洛反应过来，剧烈的挣扎：“九叔，你不能绑我，放开我！”“为何不能？”苏九在他耳边反问，语气高冷无情。与此同时，他手上用力一拉，痛痛痛！沈洛痛得大喊，双脚狠狠踢向苏九。苏九结结实实挨了好几脚，却没吭一声，没退一步，只是他下手更狠了。沈洛感觉手都要被勒断了，他气得不行，枉他还觉得苏九这人好，结果一言不合就绑人。“九叔，你放开我，绑人犯法的。”苏九闻言勾唇一笑，笑声中带着一股上位者睥睨天下的狂妄与嚣张。苏九弯腰抚摸着沈洛的脸颊：“宝宝，这里我就是法，神经病，放开我！”沈洛气急败坏，抬腿狠狠踢了过去。听到那声神经病，苏九狭长的双眸越发暗沉漆黑，他用力地捏着沈洛的下巴，拇指来回狠狠地摧残着沈洛娇嫩的唇瓣。“宝宝，你的嘴巴很漂亮，可说的话我实在是不喜欢，真想给你堵起来。”沈洛的唇瓣火辣辣的疼，他又痛又气，但只能凶巴巴的叫嚣，让苏九快点放手。沈洛没想到苏九真的一言松开了他的下巴，他不解地看着苏九。苏九退后2步站定，而后抬起手一颗一颗解开了西装外套的扣子，脱了下来，随手扔到了椅子上。接着苏九动作优雅地取下了价值不菲的腕表，一圈圈挽起了袖子，露出了线条结实流畅的手臂。最后他微微昂头，抬手解起了衬衫扣子。这走势，沈洛突然觉得后面疼得厉害，跑，必须跑，再不跑就要开花了。他趁着苏九解扣子的空隙，跳下了办公桌，可才跑了2步，就被苏九单手拦腰，强势地抓了回去。“放开我！”挣扎间，他大喊大叫着踹翻了垃圾桶，最后他被苏九按在了办公桌上，一只手狠狠地落在了他的屁股上。沈洛愣怔了1秒，而后脸颊瞬间爆红：“老男人，你不许打我屁股！原来我在你眼里是老男人啊，难怪呢，嫌我年老色衰爱吃要和我分手。”说到最后，苏九几乎是咬牙切齿，下手更重，啪又是一巴掌，毫不留情地落在沈洛的屁股上，好痛！沈洛扭头愤愤地瞪着后面的苏九：“苏九，你个老男人不许打了！宝宝，是不是我平时对你太好了，才让你无法无天到和我分手？”话落，啪的一声，又是重重的一巴掌落下。沈洛气得冒烟，大喊道：“苏九，叫我什么？”随之而来的又是重重的一巴掌。沈洛痛得双眼发红，却依旧嘴硬不服软，喊道：“老男人！”苏九一只手压着他的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还真是不乖呢。重新叫：“老畜生！”啪的一声，“老混蛋！”啪的一声。沈洛感觉自己屁股可能已经被打肿了。老男人心狠手辣，下手又狠又重，可他就是挣脱不掉。一时间，沈洛心里又是气恼又是委屈。苏九那老男人就是个大骗子，平时对他好都是假的，打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就这种老男人老畜生，还想要做他男朋友做梦？这般想着，他眨眨眼，努力的把眼泪憋回去。丢人没出息，可是屁股真的好痛。于是沈洛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服软再说。他瓮声瓮气的服软，哀求道：“九叔，求你别打了，你手会疼的，你歇会儿吧。”果然还是要凶一点才肯听话。苏九冷笑一声：“九叔，我知道错了，你松开我好不好？”听到认错，苏九心中的怒气才慢慢消退，而后他才看到那小混蛋此刻的姿势。小混蛋的身体被按在办公桌上，腰线下沉，浑圆的臀瓣高高翘起，姿势性感又勾人，一副任人视为的模样。苏九的眸光暗沉了几分，喉结滚动，刚刚手掌落上去的手感以及那隐秘的满足感还在心头荡漾。啪啪啪！沈洛震惊，他都已经服软了，那老男人是畜生吗？
吗？为什么还要下狠手啊？他羞愤地用头磕着办公桌乞求地喊：九叔，别打了，求你别打了。下一秒，一具高大灼热的身躯强势而又不容拒绝地附在苏九暗哑低沉的嗓音落在耳边：宝宝记住，以后不乖，我会比刚刚还凶。沈洛能清晰地感受到苏九灼热滚烫的体温，以及那强横霸道的身躯，还有那蓬勃的大凶器。沈洛吓得直哆嗦，感觉下一秒那凶器就会强势闯入，狠狠地折磨他，让他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沈洛真的崩溃了，他哭唧唧地哀求着：九叔，不就分个手吗？不至于的，外面还有大片森林等着你宠幸呢。你这么有钱又这么帅，随便勾勾手指就有大把年轻漂亮的男孩让你宠爱。我不乖又不听话，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啪的一声，又是一巴掌重重落在他屁股上。宝宝，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啊！苏九叹息着把沈洛翻了个面，下一秒苏九粗暴地撕裂了他身上的校服衬衫。沈洛瞳孔地震般颤抖着看向苏九：你要干什么？苏九轻抚他的脸，神色是他从未见过的阴鸷。宝宝，待会儿可能会有点痛，你忍着点。沈洛被苏九的话吓到了，他虽然没亲自体验过，但他专门上网查过男那点事，据说那什么的时候可是很痛的，严重的还会住院出人命。沈洛顿时哭得梨花带雨，语无伦次的认错：九叔，我错了，我怕疼，我会死的，求你了，宝宝别怕。苏九伸手轻轻擦过沈洛眼角的泪，而后那只手落下，抓着沈洛的衬衫领口往外一拉，衣领滑落，露出了他银白细嫩的肩头。沈洛昂头呆愣地看着苏九，白皙的脸颊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眼尾绯红一片，微张着如玫瑰花般的红唇，衣领滑落，香肩半露，一副待人采撷的勾人模样，对苏九来说简直活色生香。外面那一大片森林都不及眼前这一个。苏九的眸色越发深沉，沈洛哭得更大声了：救命啊！下一秒，苏九低头狠狠地咬在了他的肩上，尖利的牙齿瞬间刺破对方娇弱的皮肤，鲜血流出，与晶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沈洛哭着继续求饶：好痛，九叔，九叔，别咬了。可苏九那个冷血无情的老男人却像是没听到他的哭喊求饶，竟然还加深了力道，那尖利的牙齿又往深处刺去。九叔，我真的错了，求你放过我吧。似乎痛了1个世纪，苏九终于松了嘴。苏九的五官生得极其俊美，皮肤白皙，此刻唇瓣被鲜血染得鲜红，唇角还挂着一丝血线，一眼看过去竟像是传说中的古堡吸血鬼公爵。沈洛吓得大气不敢出，只敢咬着唇默默流眼泪，整个人显得美丽脆弱又娇嫩。苏九喉结滚动，如玉般修长的手指用力地捏住了沈洛小巧的下巴挑高，而后低头附了上去。那是一个带着血腥味的强势又霸道的吻，不管他怎么躲闪逃避，始终逃脱不掉对方强势的纠缠和索取。就在沈洛被亲的大脑阵阵缺氧，苏九终于松开了他，他紧紧搂着身体阵阵发软的沈洛，声音阴质嘶哑：宝宝，我想要你，就在这里，让你成为我的，以后你就不会再有分手的蠢念头。沈洛也是男人，明白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只要念头起来在哪里都可以，更何况是办公室这种带着隐秘刺激的场所，打不过跑不掉，还被绑了起来，现场也就只有他们2个人，对方那大凶器还气势汹汹的。沈洛如今再也不敢放肆的叫嚣了，他只能软唧唧的哭着认错：不要，九叔，我害怕，我会死的，求求你放了我吧。苏九原本就没打算在这里要他，他只是生气想给小混蛋一个教训，咬个极深的印记，打上标记，这人就是他的。只不过事发突然，临时见色起意，但此刻见到小混蛋真的被他吓到了，还哭得那么伤心，那心思也就泄了。见人哭得停不下来，还不停打着哭嗝，苏九抱着人轻轻拍着心疼的同时，却还是生气哑声问：还分手吗？沈洛使劲摇头：不分了，以后都不分手了，我刚刚就是脑子进水了。九叔长得这么好看，身材又好，又这么爱我怎么舍得和你分手呢？宝宝真乖。苏九低头亲了一下小孩哭得发红的眼睛，不过宝宝要记住，以后可不许再说分手，若还敢再犯，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知道了吗？沈洛一边吸着鼻子，一边格外乖巧的点头，心里却在愤愤不平地骂着：老男人，老畜生，老混蛋。沈洛找苏九分手失败，还差点被当场办。软软在一旁得意地说：看吧，不听软软言，吃亏在眼前，分手不成还差点被破处，也就你了。沈洛心情糟透了无，心里软软。软软又继续说：所以沈洛哥哥，你就别和剩下2个男友分手了吧。沈洛不甘心不试试怎么行，总不至于3个男朋友都是苏九那种表里不一翻脸不认人的老畜生吧。他一咬牙坚定道：分，能分一个是一个，更何况3个男朋友必须一碗水端平。沈洛找的第2个分手对象是贺晨星，他是一名医生，平时对待病人格外的有耐心有爱心，性格超级温柔。沈洛觉得贺晨星应该大概可能会比较好说话吧，没办法，自从和苏九分手失败，他就对自己的判断没什么信心了。沈洛在医院旁边的花店包了一束天价百合花，而后他抱着花深吸一口气走进了市医院。哟，洛洛买了花，是又来找贺医生的吧？说话的是心外科护士站的护士。沈洛点头笑着打招呼：高姐好。高护士突然凑近沈洛小声问：你和贺医生是不是在谈恋爱呀？沈洛一惊扭头看向高护士，而后结结巴巴否认说：没有。高护士大笑起来，虚推了一下沈洛：别否认了，我已经看穿你了。沈洛脸红，心想真的有那么明显吗？明明他每次来找贺晨星都是以病人的身份了。别担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高护士一边说着一边向沈洛挑了挑眉，一副放心我懂的意思。沈洛只好说谢谢。听到那声谢谢，高护士双眼放光，竟然被他炸到真的了。我天，没想到是真的，我们院草贺医生竟然被你拐跑了。哎，说院草吧，洛洛你家贺医生来了。高护士的声音兴奋又激动，充斥着一股迫不及待的浓浓的八卦味道。贺晨星被一群实习医生簇拥着从走廊那头走来，他边走边偏头跟身旁的实习医生说着什么，眼角轻弯，神色温柔，许是感受到沈洛的目光。贺晨星偏头看过来，眼里的笑意更浓烈了。高护士捧着脸一脸痴汉相：洛洛，你们2个绝配，我看好你们，提前祝你们百年好合。沈洛无语，若是高护士知道他是来和他们院草分手的，不知道会不会气得拿最大号针筒扎他。贺晨星身走到了沈洛身边，垂眸看着他：洛洛，走吧，先去我办公室。高护士捧着脸目送2人的背影，一脸陶醉，看背影好配哦，最萌身高差。说话间，高护士拿起手机拍下了2人的背影，前不久才保证不会到处乱说的某人，转身就把八卦和照片发出去了。眨眼间，全院都知道院草贺晨星被沈洛斩获。贺晨星心外一哥，出身医学世家，被誉为医学怪才。医院配置如此紧张的条件下，还单独给他配备了一间带休息室的豪华办公室。贺晨星让沈洛先坐，他走到洗漱盆边洗起了手作为。医生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洁癖，贺晨星洗手至少要洗3次，每一根手指都要洗得干干净净。沈洛把花插进了花瓶，心想百合代表最纯洁的
友情，这是暗示，不知道贺晨星能不能看懂。贺晨星走到沈洛身后，轻轻抱住她。我不喜欢洛洛送我百合，下次买红玫瑰好吗？沈洛低垂着头，浓密的眼睫挡住了眼里的挣扎和难过。他真的不是故意当渣男，抱歉。久久没有等到沈洛的回答，贺晨星歪头看沈洛，洛洛这是怎么了？沈洛依旧低垂着头，他觉得自己好渣，都忍不住想要打自己了。是有人欺负我家洛洛吗？告诉陈哥，陈哥拿手术刀削他好不好？沈洛心里真的好难受，只能在心里把软软那个害人精暴揍一顿。而后他抬起了头，一咬牙狠心地说道：“陈哥，我们分手吧。”贺晨星扶着沈洛肩膀的手一点点抓紧，沈洛蹙起眉头，好痛，但他却没吭声。谁让他是渣男，痛一下应该的。见沈洛蹙着眉头，咬着唇瓣，贺晨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松了手劲，重拾温柔的面具。洛洛是开玩笑的，对吧？也不等他回答，贺晨星的手落在他的头上，轻轻揉了揉。洛洛不乖哦，这种玩笑可不能随便开呢，拖得越久伤害越大。这么温柔的人不应该被伤害。沈洛暗自坚定了分手的决心。不是，我们分手吧。沈洛答应的干脆，目光也变得果决。贺晨星的笑僵在脸上，苍白僵硬的更像是一个面具了。他看出来了，沈洛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见贺晨星不说话，沈洛又继续残忍开口：“陈哥，我是真心分手，不是闹脾气，这是我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贺晨星轻轻一笑，只是那笑有些惨淡悲伤。所以你就这么不喜欢跟我在一起？沈洛猛地摇头，怕贺晨星误会，他又赶紧说：“我们可以当朋友，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可我只想当你男朋友，可以不分手吗？”洛洛，贺晨星的声音很低落，像是在哀求。沈洛咬了咬牙，狠心的拒绝：“不可以。”贺晨星笑了一声，难怪买的是百合花，纯洁的友情。沈洛低垂着头，眼睛不敢看他，只是一个劲说着对不起。贺晨星没再说话，他转身走向办公桌，转身的刹那，他的手里多了一把风寒的手术刀。他懒懒的靠坐在办公桌上，垂眸仔仔细细的擦拭起了手术刀，眉梢眼角唇畔都挂着浅淡的笑。他一遍又一遍擦拭着手中锋利无比、闪着寒光的手术刀。那一刻，不知为何，沈洛突然想起了变态杀人狂在杀人之前反复磨刀的画面。他突然觉得脖子好凉，无意识的退后了一步，心里升腾起一股马上就要被贺晨星抹脖子的恐惧。贺晨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撩起眼皮看向沈洛，脸上看起来似乎又和平常一样。洛洛过来，我最后抱抱你。贺晨星向他张开了手臂。沈洛睁大了眼，心想：难道这是答应分手的意思吗？若是这样的话，只是抱一下也没什么。这样想着，沈洛走到贺晨星身边，贺晨星站起身，把他温柔地抱在了怀里，而后偏头亲了一下他的发丝，低声呢喃：“小东西抓到你了吧？”那冰冷的手术刀贴在他脸上，沈洛害怕的僵硬着身体，如一个木偶一般一动也不敢动，只能小心翼翼地轻声喊：“陈哥，刀剑无眼，小心别伤着你自己，把手术刀拿开吧，好不好？”他的话音未落耳边，便响起了贺晨星极轻又极其痛苦的呼唤。而后他听贺晨星说：“其实我是个病人。”没等沈洛想清楚他是个病人这句话，贺晨星又继续开口：“你知道的，我是贺家低贱肮脏的私生子，没人喜欢私生子，再加上我在医学上的天赋，家族里的小孩就更加仇视我、欺负我。不过后来我不小心拿手术刀切开了他们的肚子，切断了他们的手指，挑断了他们的脚筋，挖掉了他们眼珠，划烂了他们的脸，而后我就站在血泊里，面含微笑的看着他们因为痛苦害怕而尖叫哭泣。那一刻，我的心里竟出奇的痛快舒畅。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病了，手术刀成了我唯一的好朋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拿出来擦一擦，然后做点什么。”沈洛一时间吓得脸色惨白，大气都不敢出。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条阴森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沈洛害怕极了，他在心里哭唧唧的咆哮着：为什么她的男朋友不是心狠手辣，就是这种病娇变态啊？他只是想要和平的分个手而已啊！贺晨星贴着沈洛的耳朵轻声哀求：“洛洛别怕我，你和那些垃圾不一样。”怕得要死的沈洛勉强镇定的扬起唇角：“我不怕，陈哥这么温柔，对我这么好，才不会欺负我，对吧？”贺晨星轻笑起来，轻轻的吻了一下沈洛的耳朵，轻叹着说：“洛洛，真的好喜欢你啊，求求你别喜欢我呀！”沈洛心里大雨滂沱，感觉自己被毒蛇亲吻了，他吓得半死，身体阵阵发冷，却还要呵呵假笑应付着这个变态。所以洛洛，你知道吗？陈哥是个病人，而你是我唯一的药。就这样，你还要放弃你的病人和我分手吗？沈洛余光却看到了肩头风寒的手术刀，有种被举着镰刀的死神温柔地注视着，随时没命的感觉。他好想逃，可是若他不分手的话，先不说他会不会被3个男朋友玩坏，万一哪天翻车，让他们3个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他觉得他可能会死得比现在还惨。反正都提出来了，索性就坚持到底。沈洛尽量让自己显得自然，小心翼翼地回答：“分手以后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你若是需要，我是不会抛弃你的，陈哥。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洛洛为什么要逼我呢？我努力的在你面前维持的像个正常人，可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把那一面展示给你看？还不等沈洛想清楚是哪一面，一个旋转他就被贺晨星按压在了办公桌上。贺晨星手里风寒的手术刀挑起了他的下巴：“洛洛，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好呢？”那手术刀极其锋利，似乎只要一点点力道就能轻易刺破他的皮肤。沈洛那双漂亮的杏仁眼里弥漫起了水汽：“陈哥，求你别这样。”沈洛内心哀嚎，自己只是想和平的分个手而已，明明那么温柔体贴又宠溺的男朋友，怎么突然就变成病娇了呢？沈洛心里害怕又委屈，却保持着昂头的姿势不敢动，可身体却忍不住轻轻颤抖，小脸惨白一片，双眼弥漫起点点泪光。贺晨星居高临下的看着脆弱又娇美的沈洛，眼睛暗沉了几分，他喉结滚动，轻声夸道：“洛洛，你真美，都是男人谁也骗不了谁。当男人夸你美的时候，其实就是想上你。”沈洛吓得颤抖得更厉害了，他想咆哮美个屁啊！我是个男的，但他不敢，因为贺晨星的手术刀动了，那锋利冰凉的刀尖轻轻地沿着沈洛性感的脖颈一点点往下滑落，性感的喉结，凹陷的肩窝，漂亮的锁骨。贺晨星暗沉内敛的眸光也顺着刀尖一点点往下，就像情人指尖的触碰，描摹危险又刺激。沈洛的皮肤极白，刀尖划过的地方出现了一道极其浅淡的红痕。看到那道红痕，贺晨星的心底漾出一圈诡异的满足感、兴奋感。那些红痕勾着他，引着他，诱着他，他的呼吸瞬间变得灼热，舌尖舔了下发干的唇角。可手
术刀却停在了沈洛的锁骨上。贺晨星不满地看着沈洛身上的衣服，他想划破它撕掉它，而此刻沈洛已经吓掉了半条命，心咚咚咚地跳个不停。还好那手术刀是停在左边锁骨的，若是右边的话，贺晨星一定能看到右边肩上的新鲜牙印。若是让贺晨星知道他还有其他男朋友的话，沈洛觉得他今天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他紧张地吞咽着口水，下一秒便见贺晨星用刀尖挑起了他的衣服领口。沈洛猛地瞪大了眼，瞳孔止不住的颤抖，救命要翻车了！软糖悠闲地吐着瓜子皮，该我是不是让你别和他们分手？沈洛咆哮，别说风凉话了，快点救我呀！软糖双手一摊，无能为力哦。沈洛哥哥，你自求多福吧。软糖根本靠不住，不坑他就算不错了。而平日里温柔的贺晨星骨子里却是个病娇变态，现在很明显是被他逼得发病了。如今这情形，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快速认错，赶紧的把人哄好。陈哥，我错了，我不分手了，我不分手了，好不好？贺晨星偏爱挑着衣领的刀尖也停在了半空。可你刚刚说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定要分手呢？我现在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分手了。陈哥这么温柔，这么漂亮，我才舍不得跟你分手呢。说到最后，沈洛的声音几乎像是在撒娇，贺晨星却垂下了浓密的眼睫。可你刚刚还说是真心分手，不是闹脾气，所以你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让我来猜猜，是因为怕我吗？你和他们一样觉得我是怪物变态对吧？说到最后的时候，贺晨星的声音几乎是阴森冰冷、咬牙切齿的。他在沈洛面前一直都是温柔的，他有信心也愿意在沈洛面前装一辈子温柔。他不想让沈洛看到他这丑陋的、难看的、邪恶的面孔。贺晨星不想让沈洛觉得他是变态是怪物，害怕他讨厌他、厌恶他、躲着他。可事与愿违，洛洛要分手，他实在是没控制住。现在他的洛洛好像很怕他，该怎么办？洛洛好像很害怕我。这般想着，他握着手术刀的手用力，刺啦一声，刀尖挑破了衣领。沈洛惊恐的眼眸水汽弥漫，轻轻的咬着红唇，看起来可怜又脆弱，让人想把他抱在怀里好好的安抚。此时的他，破破烂烂的衣服半遮半掩，衣服下洁白的肌肤和纤细的身材若隐若现，蜿蜒而上的锁骨性感撩人。贺晨星呼吸急促而又滚烫，只想把那衣服全部划破，手术刀挑起领口，再破的话，苏九留下的牙印就要挡不住了。想到这里，惊恐的沈洛果断的伸手抓了过去。啊的一声，沈洛蹙眉痛呼一声，锋利的手术刀刺破了他的手，鲜血哗啦一下流出。贺晨星愣怔的看着沈洛满是鲜血的手，他一直都喜欢这种血腥的场面，可是此刻他的心却一点点沉入了海底。他的确变态，可他从始至终就没想过要伤害他的洛洛，这下他的洛洛应该会更害怕他了吧？也是，谁会喜欢一个变态一个怪物呢？可他这只怪物却很喜欢洛洛呀。贺晨星很明显是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脸上神色也变得偏执癫狂起来。沈洛急了，他抓着贺晨星的手摇了起来，陈哥，你快把手松开，不然你的手会受伤的。但贺晨星却像是听不见一般，沈洛急得眼泪大颗的往下滚。陈哥，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生我气好不好？沈洛边哭边坐起身，捧着贺晨星的头，陈哥，你从来不是变态，你是我的陈哥，我最喜欢的陈哥。陈哥，你知不知道，刚刚高姐还夸我们两个绝配，她还说看好我们，祝福我们百年好合呢。贺晨星偏头看向沈洛，你告诉高姐我们在谈恋爱了。沈洛吸吸鼻子，毫不犹豫的点头说是。听到他的回答，贺晨星的状态回归正常人类了一点。沈洛连忙把他手里的手术刀拿出来，扔得远远的。与此同时，贺晨星衣兜里的手机叮叮咚咚接二连三的响了起来，但贺晨星却没有要看的意思。沈洛伸手从他的衣兜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里面全是各种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祝福信息。陈哥，你看，院长祝我们百年好合了。沈洛把手机对到贺晨星面前，贺晨星只看了一眼便移开了目光。对不起，让你受伤了，我先给你包扎一下伤口，你忍着点。贺晨星处理好了两人的手，站在沈洛跟前，眉眼温柔，看起来已经正常了。洛洛，以后可不许再说分手这样的话来惹我生气，你知道我是个病人，而你作为医生不能随意刺激病人，不然我不保证能控制好我的情绪。沈洛毫不怀疑贺晨星的话，他乖巧点头。贺晨星凑近亲亲沈洛的额头，洛洛真乖。沈洛以为这是就此结束了，却没想到贺晨星又说，不过为了让你记牢一点，我还得好好惩罚你一下。洛洛乖，放松就不会痛，还会很舒服。沈洛看着要将自己吃掉的贺晨星，内心直呼救命。就在这时，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贺医生，你还在吗？听到声音，沈洛喜极而泣，立马挣扎着大声喊道在的。听到回答，高姐推开门，刚刚进去，他便愣住了。温柔帅气的贺医生背对着他站在办公桌前，而他漂亮的小男友双眼绯红，小嘴红肿，衣衫不整的雪白的肩头还有密密麻麻的草莓印。沈洛没想到高姐会直接推开门，吓得他立马头埋在了贺晨星的怀里。完了完了，高姐是个大嘴巴，肯定会说出去的。估计要不了多久，整个医学界的人都会知道贺医生在办公室这样那样把小男友欺负哭了。高姐也懵了。他没想到推开门以后会看到这么香艳的场景。贺晨星挡在沈洛身前，扭头看向高姐，什么事？平时温柔的贺医生如今神色阴沉冰冷骇人。高姐连忙说了句道歉后，又说起了正事。贺医生，这里有位病人病情突然急剧恶化，需要你去看一下。贺晨星虽然很不想去，但一想起沈洛的抗拒，再加上此刻的局面，这事是继续不下去了。最终贺晨星点了点头，说了句好，便让高姐先过去，自己马上就来。抱歉打扰了。高姐不好意思笑了笑后，转身还贴心关上了门。怎么办？高姐是个大嘴巴。沈洛抬起头，可怜兮兮的看着贺晨星，贺晨星却突然笑了，刚刚被打扰的不快也消失了。大嘴巴好啊，他希望有个大嘴巴说出去。贺晨星闻言揉揉他脑袋，便没再说什么，只交代让沈洛选一件外套便出去了。出去的时候还顺手把沈洛买的百合花带出去扔了。沈洛换上贺晨星的衬衫便快速溜了。经过护士站的时候，高姐却一眼看出他换了衣服，她笑着打趣：洛洛，你这是穿的男朋友贺医生的衣服吗？一时间护士站的人都齐刷刷的看向了沈洛，每一双眼里都闪动着八卦的光芒。高姐真是可恶啊！明知故问，沈洛不敢回答，只得落荒羞愤而逃。沈洛第二场分手依旧是以失败收场。软糖在沈洛的脑子里放起了烟花，恭喜沈洛哥哥与贺晨星分手失败。
顺便还解锁了贺晨星的负面人格，温柔并教医生她男朋友，这可真是棒呢。沈洛没好气说了句谢谢，那你还找江年分手吗？阮唐笑眯眯，语气带着一股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感觉。听到这句话，经历过2次折磨的沈洛突然有些不敢了。你不是说3个男朋友要1碗水端平吗？端水大师现在怕了吗？很显然沈洛被激怒了，他决定不撞南墙不回头，还是打算和江年分手，不然不试试他总是不甘心，毕竟事在人为。不过这次他吸取了前2次的教训，决定在人多的地方提分手。如果万一江年跟苏九、贺晨星那2人一样，恼怒之下想对他做点什么，但是碍于人多他也做不了，这样就能保证他屁股的安全。周一学校，沈洛走到教室后门，一眼便看到了正在补觉的江年。沈洛耸了耸肩膀走进教室，轻轻地拉开了江年旁边的椅子坐下。他刚坐下，江年便动了。江年撑着手臂在书桌上，整个人懒洋洋的，看向他的时候冷酷的眼里染上了笑意。是我吵醒你了吗？沈洛摸了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不是，是我闻到你的味道了。说着他凑近沈洛，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我家阿洛真香。这亲密的举动，沈洛惊得立马慌张地看向教室其他人。好在周一大家都在埋头赶作业，没人看见。沈洛松了口气，可那口气还未落下，他的整个身体又紧绷了起来。一个温热湿软的东西扫在了他的耳朵上，轻轻的舔，动作很轻，像羽毛拂过，留下了一片酥酥麻麻。沈洛瞳孔放大，江年胆子太大了，他居然众目睽睽下在教室舔他耳朵。沈洛脸颊通红，惊慌失措的伸手推着江年，让他别闹。没闹，就是2天没见，太想男朋友了。江年抓住他的手，把人拉近。痛！沈洛吃痛的蹙着眉头。江年这才发现沈洛的手受伤了，他收起了逗弄沈洛的心思，声音震惊了起来：你手怎么弄的？沈洛的手缠着一圈白纱布，是昨天他找贺晨星分手刺伤的，被江年那么一握，又出了些血，把纱布染红了。没事，削水果的时候不小心削到了。怎么那么笨，手和水果都分不清？江年语气嫌弃，眼神却格外心疼。待会儿可能会有点痛，你忍着点。说着，江年从包里拿出药和纱布给他重新缠上。沈洛低头轻轻地亲起了他的手，甚至他还伸出了舌尖轻轻舔着。不要！沈洛抗拒着往后缩手，可江年的手劲儿很大，拉着他的手不放。沈洛的心里都着急死了。江年太野了，什么都敢干，而且那是伤口，他亲伤口干什么？这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谈恋爱后的智商果然会降低。沈洛一会儿做贼心虚的看周围，就怕有人过来看到江年弯腰舔着自己手上的伤口。江哥弯着腰干嘛呢？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沈洛顿时吓得3魂去了俩。他刚刚明明看没人过来的呀。他缓缓地扭头看去，发现说话的是前桌谢浩南，他手里拿着江年的试卷，应该是来归还试卷的。一时间沈洛脑子里嗡嗡的，谢浩南应该没看见吧？毕竟有书挡住，他应该看不见吧？一旁的江年倒是坦然，给班长上药。班长娇气的很嚷疼，我给他吹吹。说完不等谢浩南说什么，接过他的试卷便开始赶人。沈洛怕疼，江年便上一下药停一下，然后再帮他吹一下，一直忙活到上课才帮沈洛重新包扎好伤口。沈洛见台上的老师已经开始讲课，他伸手去拿书，却被江年拦住。我来，以后我给你写笔记。沈洛内心忧愁，对他这么好，他都不知道怎么开口提分手了。沈洛忧心的拿起水杯，下一秒他的水杯被江年夺了过去。江年帮他把瓶盖拧开，然后又递回去，谢谢。拧瓶盖的力气我还是有的。沈洛露出一个死亡微笑，我就是想给男朋友拧瓶盖，有事叫你男朋友知道吗？沈洛确实有事，分手，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叫男朋友。犹豫了2节课，最终沈洛选择了在体育课的时候分手，毕竟操场抬眼都是人，万一江年发病自己也好叫人，而操控宽大也防止别人偷听，安全又保密。沈洛手受伤了，坐在了篮球场外的樱花树下看班上男生打篮球。江年走过来，一副慵懒的模样坐在他身边。沈洛偏头问他不打篮球了吗？他想着不去的话他就要说分手的事了。江年冷酷地说不去，没意思，你以前打篮球挺带劲儿的，引得全班的女生为你一个人尖叫呐喊加油，甚至班上男生都禁止你上场，那还叫没意思吗？江年扑哧笑了一声，阿洛你这是吃醋吗？沈洛连忙摇头，没有，绝对没有。江年不满地啧一声挑眉，你不吃醋，我打那么费劲儿是为了什么？沈洛睁着圆圆的杏仁眼茫然地看着他。江年见沈洛那呆呆的模样，抬起手揉揉他的脑袋，笨蛋，那是因为有你在，想让你看看你男朋友的英勇身姿，没你在有什么意思？沈洛不知道怎么答，讪讪地笑着竖起大拇指，你好厉害，敷衍。说完，江年的手伸手到了沈洛的身后，惩罚性地掐了一把。沈洛立马坐直了身体，反手抓住江年的手不让他捏。江年不以为意，他怕沈洛一着急碰到受伤的手，还是把手从沈洛的腰上拿走了。沈洛见江年真的不去玩，便鼓足了勇气说道，阿年，我想分手。江年气息却变得严肃而凌厉，阿洛，你刚刚说什么？沈洛耸兮兮挺直了腰背，他心内安慰着自己，别怕，这里人多，江年不能把他怎样。于是他迎着江年狭长暗沉的眼，大胆地重复了一遍，我想分手。江年眼里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阿洛，肯定是我听错了，你再说一遍。沈洛像个狠心的刽子手，再一次坚定决绝开口，不，你没听错，我要分手。为什么阿洛？我们明明好好的，为什么要和我分手？沈洛拂掉江年的手，冷心冷情地回道，我不想处了。为什么不想处了？江年依旧执着地问着。就在他问到第3遍的时候，江年低垂下了头，碎发挡住了眼睛，周身弥漫着低落的情绪。好一会儿他才轻声问，是不喜欢我了吗？沈洛知道江年很难过，可是他在骗江年说喜欢他，他知道一时的仁慈只会换来更大的伤害。沈洛咬了咬牙，我没办法和你像情侣一样相处，我们还是当兄弟当同学好不好？江年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捅了个大窟窿，一时间成片的冷风不停地往里灌。江年的手慢慢紧握成拳，低垂的眼里阴暗偏执暴力各种情绪翻滚着，他死死地咬住了牙，像是在拼命地抵制着什么。不可以，这里不可以，这是学校。江年的拳头捏得咯吱咯吱作响，手背上青筋浮现，似乎下一秒那拳头就要落在沈洛的身上。沈洛吓得脸色惨白，却也一动没动。就算江年要打自己，那也是应该的，毕竟他是个感情骗子。砰的一声，拳头砸下墙壁，下一秒泥土飞溅，江年的手血乎乎一片，紧接着又是砰的一声，江年的手又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沈洛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江年那么生气都没有打他，江年为什么要这么好？这样想着他更讨厌自己。沈洛不知所措地喊着，阿年，你别这样，是我的错，你别伤害自己。江年没有说话，又是砰砰2拳打到了水泥墙上，对不起，对不起，你别砸了。
了？沈洛快急哭了，他伸手去拉江年，江年终于停了手，他抬起头问沈洛：阿洛，你是认真的吗？沈洛这才发现江年的眼睛竟然拉满了血丝，眼里还带着最后一丝希冀。沈洛抬起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对不起，阿年，我不应该骗你的。说着他还要再打，却被江年抓住了手。阿洛，不要打自己，江年怎么能这么好呢？沈洛心里难受死了，他的心里像是堵着一块大石头，无处发泄。别哭，阿洛。江年伸手擦着他眼角的泪，明明是他伤害了别人，可他却哭了，还要江年反过来安慰他，他可真是个笨蛋渣男小废物啊。沈洛吸吸鼻子，转过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江年定定地看着沈洛精致的侧脸，明媚的春光落下，沈洛的脸颊白得发光，眼睫上挂着的泪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沈洛是豪门贵族家的小孩，从小被捧在手心娇养着长大，不管是外貌还是性格都是极好的，像个优雅会发光的小王子。明明人就在眼前，明明他早上才捏了那小巧的耳垂，可此刻江年却觉得那人遥不可及。江年垂下了手，心里冷冷一笑，也是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早该明白，他一个没爹没妈的黏孩子，从小在那肮脏杂乱的巷子里长大，沾染的都是市井间最粗鄙不堪的气息，怎么配得上生来就在阳光下的他？而此刻沈洛那一声声对不起，就像是一双双巨手，绝情的不可抗拒的把他一下一下推向了最阴暗森冷的深渊。江年闭了闭眼，深呼吸，再睁开眼时，眼里漆黑一片，所有的阴暗偏执都好好的隐藏在了眼底。他说：好，你说什么？沈洛回过头，微张着嘴巴，不可置信的看着江年，他都已经做好了被捆绑、被强迫、被侵犯的心理准备，却没想到江年竟然同意了。江年恢复了平日冷冷的模样，我说好，我们分手。听到江年如此说，沈洛真正的松了口气，还是江年好，没有那些吓死人的坏毛病，也幸好他的坚持如今终于有了结果，现在只有2个男朋友，感觉身心都轻松了不少。那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吗？还是朋友？闻言，沈洛弯眼笑了起来。江年单手撑地站了起来，朝沈洛伸出手，起来吧，去集合。看着那只手，沈洛笑了。江年真是太好了，不仅同意分手，还愿意分手后和他做朋友。沈洛把手放在江年的手心，江年用力一拉，沈洛直接扑倒了江年的怀里。江年顺势紧紧地抱住了沈洛。不远处在樱花树下拍照的女同学恰好看见了这一幕，对着他们咔咔咔一阵乱拍。江年顺势低头，唇轻轻地吻了沈洛的发丝上。拍照的女同学一阵兴奋尖叫，手中的手机更是咔咔个没完没了。抱歉，沈洛站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江年淡淡的笑笑，没事，走吧。沈洛转身向操场走去，江年跟在后面。那一瞬间，他用力隐藏在眼底的阴暗森冷偏执一一浮现，他如一条盘踞在暗处的毒蛇，紧紧盯着前面的猎物。阿洛，分手是绝不可能的。体育课结束便是午餐时间，到食堂的时候，江年指着座位说道：你先去坐着，我去打饭。以前谈恋爱，江年帮他打饭就算了，现在都分手了，没道理还让江年帮他打饭。沈洛摇头，不用，我自己去吧。你手受伤了，怎么端饭？我去。江年揉揉他脑袋，而后说：我们不是朋友吗？沈洛只好找个窗边的位置坐下。片刻后，江年端着2个餐盘走了过来，对面被谢浩南坐了，沈洛只好往里移了个位置。江年坐他旁边，沈洛右手受伤，左手不灵活，拿不了筷子，江年给他拿了勺子，沈洛便拿着勺子不怎么灵活的挖着饭，一块排骨，他挖了3次都没成功。谢浩南在对面拍桌大笑，班长，笑死我了，你这好像是得了半身不遂啊。沈洛被激起战意，一把撸起袖子装备大干一场，他继续挖着那块排骨，可那糖醋排骨滑不溜秋，一点都不听话。就在沈洛气急败坏的时候，一双筷子伸过来夹起那块排骨喂到了他嘴边，张嘴。沈洛偏头看向江年，江年神色冷淡，吃不吃？沈洛嗷呜一声咬下排骨，终于吃上了，他眯着双眼口齿不清地说谢谢。之后江年自己吃几口便会停下来喂沈洛。谢浩南吃完后一抹嘴巴，主动说江哥你吃，我来喂班长。江年在桌下狠狠地踢了谢浩南一脚，咬牙警告道你说什么？谢浩南嗷了一声，看看有些凶的江年，又看看沈洛，最后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他匆匆说了一声我忘了和大家约了开黑，我先走了。吃完饭，江年买了一瓶酸奶递给沈洛，连吸管都插好了。沈洛没接，他和江年不是分手了吗？他怎么感觉这分手和没分手好像没区别啊？江年还是这么事事照顾他，中午吃饭可以解释说是他手受伤了不方便，可是这买酸奶，江年见他没接，把酸奶塞他手里，你不是饭后要喝吗？沈洛看着江年，可是我们分手了呀。江年身体一僵，又很快恢复自然，朋友就不可以请你喝酸奶了，道理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沈洛咬着吸管，百思不得其解。到了放学时，江年叫住了沈洛，今天你能去我家吗？听到去他家，沈洛有些警惕看向江年，江年微敛着眼睫，神色恰到好处的忧伤。今天是奶奶的生日，以前我们都是一起过的，可现在奶奶去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想一个人待着，可我们分手了呀，再去你家是不是不好呀？听出了沈洛的迟疑，江年低垂下了头，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吧，毕竟我们还是朋友，这种话应该只是你安慰我的话，不想我难堪，我不应该当真的。江年说到后面，声音嘶哑，眼泪一颗颗砸落下来。沈洛直接被那眼泪砸懵了，他手足无措地扯着纸巾给江年擦眼泪。你别哭，我没说不去。江年推开沈洛的手，你为难就别去了，是我自作多情当了真，以后不会了。听到江年如此卑微地说这些话，沈洛心里难受死了，他忙说道：我没说不去啊，我去，我晚上一定去，求求你别哭了。闻言，江年低着头在沈洛看不见的地方病态笑了起来。江年家沈洛来过很多次，他熟门熟路地推开了客厅的门，打开了灯，一时间明亮的光线从窗户流泻而出，照亮了院子里江年的脸。沈洛打开灯以后，便提着路上买的小蛋糕走到了江年奶奶的遗照前。照片里的小老太笑容灿烂，她把小蛋糕摆上，而后抽出了一支香点燃拜了拜。奶奶，阿洛来看你了，生日快乐。江年在一旁也抽出一支香点燃，默默地拜了拜。他扭头看向了沈洛，其实今天不是奶奶的生日。沈洛瞪大了眼，诧异地看着江年，那你为……沈洛话还未说完，江年便打断了他，我只是想让你来我家，对不起，阿洛，我骗了你。为什么？沈洛小声问着，心底没来由地滋生出一丝丝害怕，他本能地退后了一步。沈洛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把事情想简单了，他好像把江年想得太好了。此刻月黑风高，万物寂静，房间里就只有他们2个人，他又把自己置身到这种危
危险当中来了。江年上前一步走近沈洛，阿洛，我想跟你谈谈分手的事，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沈洛又退后了一步，而后他转身快步走到沙发边，伸手去拿书包。我妈给我打电话了，我回家了。江年，拜拜，明天见。不，我不同意。江年有些激动，大步走过去，一把伸手抓住沈洛的手。我不同意，不管是你回家还是分手，我都不同意。沈洛手臂几乎都要被捏断，他痛哼了一声，看向江年，阿年，你冷静点，别这样，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们都已经分手了。我现在只是你的同桌同学朋友。随着他的话，江年的力气越发大了，到了后面，沈洛直接痛呼出了声，你放开我，痛，我不放，放开你，你就要走了。江年阴沉偏执的神色中掺杂着痛苦和忧伤，他像一只没人要的流浪狗，可怜又狼狈，哀求地看着沈洛，阿洛，我就只有你了。我爸死了以后，我妈就跑了，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可是奶奶也走了，我就只有你了。阿洛，你不能来了又走，别不要我，好不好？3个男朋友中，江年的身世最惨。沈洛同情江年的遭遇，也很讨厌他那狠心的母亲。可是如今他和江年的母亲又有什么两样？自己一样伤害了江年，他让江年这么伤心难过，让江年像一只没人要的流浪狗。虽然他不是无心的，但终究是他的错。那一刻，沈洛深深的觉得自己简直是罪孽深重，他真的好难受，比前2次分手都要难受。他当初就不该听软软的建议，答应他们交往。可是错误已经铸就了，如今他能做的只能是终结这种错误，不能一错再错。扑通一下，沈洛跪在了地上，他昂头看着江年，对不起，阿年，都是我的错。你要是难过伤心，可以打我骂我。江年跟着跪下，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阿洛，你真的要这么狠心绝情吗？就算我求你都不可以吗？沈洛死死的咬着唇摇头。江年低垂着头，像被抽走了生机，显得阴气沉沉。沈洛见到江年的模样就难受，他伸手去拉江年的手，阿年，你打我吧。江年却甩开了他的手，抬起头，狭长的眸子猩红一片，打你能让你留在我身边吗？沈洛没有说话，只是狠狠死死的咬着唇。江年凄惨的勾唇笑了笑，替沈洛回答，不能。他缓慢的站了起来，游魂一样走出了客厅，去了厨房。回来的时候，他的手上赫然多了一把菜刀。江年提着一把菜刀走到了沈洛跟前，沈洛昂头看去，灯光下他的脸色雪白一片，瞳孔不停地颤抖着。阿年，你拿菜刀做什么？江年没有说话，他单膝跪在了沈洛的面前，挑起沈洛的下巴，眼神是沈洛从未见过的偏执疯狂。阿洛，我再问一遍，不分手好不好？沈洛久久没有回答，江年掐着下巴的手也一点点用力，沈洛痛得眉头紧蹙。下一秒，江年低头狠狠地咬住了沈洛的唇，舌头强势地撬开沈洛的齿关，长驱而入，肆意的搅弄纠缠。沈洛的挣扎反抗，迎来的是更加粗暴的啃咬吮吸。沈洛的唇瓣这几天惨遭蹂躏，那红润娇嫩的唇瓣不消片刻就火辣辣的疼，他的眼角泛着泪光，不停地拿手锤打着江年。江年松开，目光暗沉地看着他，阿洛，最后一次问你，你确定要和我分手吗？沈洛果决地点头，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江年点头，下一秒，沈洛手里被塞了把菜刀，江年的双手紧紧地包裹着他的手，而菜刀的刀尖则是对准江年。被强行手中塞了把刀的沈洛的瞳孔不停地颤抖。你要干什么？阿洛，你要分手的话，就杀了我吧。话落，那把菜刀便直直地冲着江年身前刺去。沈洛怎么往后缩都不行，江年的力气太大了，眼见着菜刀的刀尖就要刺入江年的胸膛，沈洛吓得失声尖叫，让他住手。最终刀尖刺入了江年的身体，鲜血流出，染红了他身上的校服。疯子，疯子！沈洛的眼前一片血色，害怕的大叫着。阿洛，你要分手就杀了我，没有你，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沈洛全身止不住的颤抖着，双眼绯红一片，眼泪滚滚而下。经历了3次痛苦波折的分手，他的精神早就如一根岌岌可危、随时可能断裂的钢丝。那钢丝在刀尖刺入江年胸膛的那一刻彻底断裂。他张嘴想要咆哮，为什么分手就这么难？他也不过是个被骗的倒霉蛋而已，凭什么他就要经历这些？可是他张嘴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江年去了就近的市2医院，医生一边包扎缝合，一边絮絮叨叨，让他们小年轻不要乱玩刀。可医生说了什么，沈洛却是一句也没听进去。此刻他的身体还阵阵发冷，止不住的颤抖，脑海里一直是那幅血淋淋的画面，他刚刚差点杀了人。江年吃了药便昏睡了过去，但就算他昏睡了过去，手依旧是紧紧抓着沈洛的手，那手像铁钳一样。沈洛守在病床边看着点滴，他的身心依旧是冰凉一片。见江年睡着，沈洛慢慢的一点点扣开江年的手指，而后抽出了自己的手，手腕上赫然多了一圈被江年捏出来的红痕。沈洛心情沉重的帮江年盖好被子，出了病房。沈洛不知道，他离开病房的那一刻，病床上的江年睁开了眼睛。沈洛3更半夜回家，一副失魂落魄被鬼追的样子。他一回家就说自己要出国，而且要立刻马上。妈妈张凤瑶打着哈欠看着他，宝贝，你是不是在外面欠人钱了？沈洛叹息一声，很是无奈，没有，妈你别乱猜，我就跟你说一声，我现在就收拾东西走了呀。你没欠人钱，那你跑什么？张凤瑶叫住沈洛，还是说你在外面招惹了姑娘，搞带了姑娘的肚子，现在打算当渣男跑路？沈洛无语，他虽然没有招惹姑娘，但却招惹了3个思想极端、性格变态的男人。他现在才知道，他的3个男朋友他都招惹不起，不过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决定连夜出国，去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待几年。书上说时间和距离是最好的疗伤药，再浓厚的感情在时间长河面前都不值一提，只要等他的3个男朋友找到另一段恋情的时候他再回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沈洛翻出自己的证件、护照、银行卡、衣服什么的，他就带了几件贴身换洗，反正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阮唐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劝着他，沈洛哥哥你不要跑路，逃跑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加剧问题。沈洛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你个骗子别说话，我现在听到你的声音只想打你。阮唐说的口干舌燥，沈洛依旧铁了心要连夜跑路。阮唐默默叹息，心想沈洛哥哥别怪我。张凤瑶见沈洛真要走，他拿起手机说道，我给你李叔打个电话，叫他来接你，送你去机场。沈洛伸手拦住他，别了，这都几点了，李叔早睡了。张凤瑶一想也是，便收了手机，那我叫你爸去，睡得跟个死猪一样，儿子都要出国当渣男了，也不起来送。沈洛无奈地拉住张凤瑶，妈就别叫他了，我待会儿出去滴个车就到机场了。那怎么行？虽然你是男孩子，但现在漂亮的男孩子也是很危险的，万一被老色鬼看上了咋办？我还是去叫你爸吧。沈洛有些无语，绯
费了一番功夫，好说歹说哄好了张凤瑶女士，而后麻溜儿的收拾东西出了家门。江年一路跟着沈洛到了花园别墅外，他看着江年进了别墅，而后便一直站在树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他也不知道自己要站多久，他只是心里隐约有种感觉，好似不守在这里，他的阿洛就会消失不见，他就再也找不到沈洛。他好像从小就是如此，可能是拥有的太少，喜欢的东西便要一直紧紧拽在手里，生怕他们会消失不见。所以沈洛抽手的那一刻，他便醒了。江年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解锁，点开新消息，手机上赫然是沈洛收拾东西的身影，还有一张最近一班飞国外的机票信息截图。手机光悠悠的照在他脸上，那张本就苍白的脸阴沉沉的，显得越发的鬼气森森。砰的一声，他一拳重重的砸在了樱花树上，大树晃动，粉白花瓣纷纷扬扬飘落而下。他那一拳力道太大，以至于牵扯到了身前的伤口，鲜血晕染开来，空气里飘荡着淡淡的血腥气。城市的另一端，总裁，调查结果已经发您邮箱了，您最好马上看一看。苏九从床上坐起来到了书房，他姿态慵懒的靠坐在椅背上，一只手撑着额头，一只手夹着香烟，眼神阴鸷的看着面前的电脑。难怪一向做事很有分寸的助理会大半夜打电话给他。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赫然是沈洛和江年的照片，照片里的人相拥在樱花树下，江年低头一个吻落在了沈洛的发丝上，那画面还真是唯美，难怪吵着闹着要分手。苏九咬牙切齿的想，原来是交了新的小男友，小男友天天陪在身边，又是喂饭又是买酸奶，体贴温柔，的确是比他这种只知道工作的老男人有滋有味。如玉的手指落在笔记本上滑动着，照片一张张往后翻，全是沈洛和江年。电脑光照射着苏九的眼睛，那双阴鸷愤怒的眼里翻滚着熊熊怒火。突然他的手指顿住了，因为屏幕上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的脸。沈洛露出了圆润的尖头，背对着镜头坐在办公桌上，而那个该死的男人竟然……苏九直接把烟咬断了，眼神是说不出的狰狞暴力，竟然敢染指他的人，该死！下一秒苏九又笑出了声，竟然还有一个男朋友，宝宝真是小看你了。沈九看着小男友跟他的两个奸夫的照片，他恨不得现在就伸手把沈洛从电脑里抓出来修理一顿。平日看起来一副小哭包乖乖仔模样的沈洛，没想到竟然敢胆大包天的脚踏3只船，玩得比谁都花。沈九要不是这次小男友突然吵着闹着要分手，让他起了警觉，专门派人调查，还不知道他要被戴多久的绿帽子。而就在沈九愤怒难当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一条没有备注的陌生信息。沈九捞起手机点开便看到沈洛收拾东西打算跑路的照片，不仅脚踏3条船，如今还敢跑国外去。沈九懒懒地摸着狮子的头，勾唇笑了起来。金童，我们去把他抓回来关起来。沈洛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他在跑路的途中被江年逮住，看着花树下满身染血如鬼似魅的江年，沈洛全身又止不住的颤抖。阿洛怎么不说话？少年抬起头轻声问。沈洛紧握着拉杆箱扶手，声音颤抖着喊阿年。江年却突然捂住胸口踉跄了一下，而后单膝跪在了地上。沈洛一惊，立马松开了拉杆箱，跑了过去，扶住了他的肩膀，鼻尖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沈洛的心狠狠地颤抖着，他焦急地问阿年，你没事吧？江年抬起头，那双猩红的眼睛如毒蛇一般阴冷，只见他抬起手狠狠落下，下一秒沈洛瘫软在了江年的怀里。沈洛的眼睫如将飞未飞的蝴蝶轻轻地扇动了一下，隔了几秒他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看着陌生的环境，沈洛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是哪里，脑子有片刻的空白，但看着装修应该是酒店，他怎么在酒店呢？沈洛瞬间睁大了眼，空白的大脑里瞬间闪现出好几个血腥的画面，后颈处传来的隐隐的痛提醒他是江年打晕了他，江年故意装病弱骗他过去，然后趁机打晕了他。这么好的演技，她的男朋友不去娱乐圈发展，真是娱乐圈的一大损失。就在此时，旁边传来开关门的声音，沈洛扭头望去是江年，江年从卫生间光着上身出来，此刻的他脸色苍白，眼圈染着红，看上去又可怜又脆弱，似乎一碰就坏。但沈洛知道那也只是看上去而已，她的男朋友是未来影帝，专演病娇白莲花，演技炉火纯青，这次绝对不能再被他骗了。沈洛撑着手臂想要起身，可他刚动手腕处便传来了一股剧痛，他诧异的看去，瞳孔不断的放大，他的手竟然被江年绑在床头。沈洛用力的拉扯着，可他越是用力，那绳子就收得越紧，眨眼间他的手腕便勒出了一圈紫红色的淤痕。江年眉头紧紧的蹙起，大步走了过来，单膝跪在床上拉着他的手，冷声让沈洛别动。沈洛眼里泛着泪，阿年，求你放开我吧。江年却强势的把他扑在了身下，神色阴翳，咬牙控诉，阿洛，你个小骗子，你明明答应我不分手了，为什么还要偷偷的跑？沈洛当时是被江年身上的血吓到了，而且他要是不答应，江年就会一直把刀往伤口深处刺，他当时能不答应吗？他不得不答应。沈洛心里委屈难受，鼻尖一酸，眼泪便不争气的流了出来，但哭归哭，沈洛脑子却还坚强的转动着。那一刻沈洛心里想的是，江年不知道他拖着行李箱要干嘛，他完全可以说是为了方便去医院照顾他，虽然说谎不好，可是眼下他被绑在这里，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没跑，我就是收拾东西打算去医院陪你的。沈洛软软的哭腔听上去好不可怜，他想得很好，但叛徒软软已经将他连夜跑路的机票照片实打实的证据发给了他的3个男朋友，更何况他还被江年人证俱获，小骗子还骗我。话落，江年狠狠地咬住了沈洛的嘴巴，他真想把那嘴咬烂，看他以后还怎么骗人。沈洛痛呼一声，江年的舌头顺势钻进了沈洛的口腔，沈洛挣扎着，头不停地左偏右偏躲避着，这个动作直接把江年惹怒，他的唇顺着沈洛偏头滑到了耳后，叼住了那银白如玉的耳垂，狠狠地咬了起来，痛痛痛！沈洛哭喊着，真的好痛，阿年放开我！随着沈洛的哭喊，江年这才放过沈洛的耳朵，他是又恨又心疼，他恨沈洛的绝情，强势的闯入他的生活后又不要他，可听到沈洛的哭喊，他又心软了，他怎么能这么贱呢？江年只能趴在沈洛的耳边咬牙切齿，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骗我，我根本就没骗你，我真的是去医院看你的。沈洛一边哭着一边在江年的禁区上不知死活的蹦迪，不信我生气了。看着沈洛还在骗他，江年心里的怒气不停翻涌着，几乎把他的理智尽数湮灭。
湮灭，他低头狠狠地咬住了沈洛的喉结，痛得沈洛的手不停砸着床，大声喊道：“江年，松口！”沈洛内心哀嚎，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为什么江年比之前更恼怒了呢？是他哭得不够大声，还是表情不够委屈可怜？为什么狗江年能那么狠心，竟然真的是在咬啊？沈洛边哭边气急败坏地骂着：“江年，你个混蛋，我叫你松开，你是狗吗？”江年却充耳不闻，他叼着沈洛的喉结，狠狠地啃咬着发泄惩罚，一直到他稍稍消气，而后才像年兽一般轻轻地舔舐着沈洛的发红发紫的喉结。沈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身体不停地颤抖着：“我恨死你了，江年！别以为你给我舔了伤口，我就原谅你了，恨吧，阿洛，恨我才能记住我，你最好恨一辈子。”说着，江年撩开了沈洛的衣摆，露出了一截细嫩白皙的腰肢。沈洛的眼里满是眼泪，江年感觉到有一股热流不受控制地流向了小腹，心里有一股心痒难耐的感觉，只想狠狠地占有这个人，让这人成为他的。沈洛怂唧唧地哭着：“阿年，我不恨你了，我原谅你了，求求你停手吧，阿洛，可我还没原谅你。”说着，江年暴力地撕开了沈洛身上的衣服，沈洛身上一凉，哭得更大声了：“你放过我吧，阿年。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不能这样。”江年的手落在沈洛的身上，肆意的点火。可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阿洛，我连命都可以豁出去不要，可你还是要偷偷逃跑，我只能这样。话音未落，江年狭长的双眼一眯，抓着沈洛的衣服狠狠地往下一拉，露出了沈洛肩头的一个牙印。那个地方自然不会是沈洛自己咬的，也不是他咬的，那是谁？江年联想到今天的分手，所以沈洛是有其他男人了。想到这里，江年双眼猩红，语气阴森冰冷：“阿洛，那个牙印是哪个男人的？”沈洛一时间忘了哭，他竟然忘记了那个该死的牙印！救命！救命！要翻车了！要翻车了！江年狭长的双眼看着林洛：“阿洛，那个牙印是哪个男人的？”沈洛脑子慌乱，一句话也说不出。见状，江年也明白了一切，他果然有其他男人了。阿洛，怪不得你要和我分手。江年的声音格外的阴质暴力。下一秒，沈洛听到解皮带扣的声音，江年解起了他的皮带，脱起了他的裤子。那一刻，江年只想用最粗暴的方式狠狠地用力地占有他，让这个人成为他的。沈洛顿时吓得面色比鬼还白。阿野，我错了，你别这样，求你别这样。江年已经完全被气疯了，只顾着粗暴地脱他裤子，连着他的小裤一起脱下来，随手扔到一边，一句话也不说。接着江年强势地压在了他身上，像条疯狗一般埋头不停地啃咬着。江年只想在这人身上留下只属于他的烙印。无痛，阿野，你别这样，那是我哥的牙印，我哥咬的。沈洛哭着喊着：“骗子，沈洛，你就是个骗子！”江年咆哮的声音嘶哑又愤怒。与此同时，江年的腿强势地分开了沈洛雪白细长的双腿，修长的手指伸向了沈洛的私密处，手指碰到他那里的时候，沈洛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尖声叫了起来：“阿野，求你了，不要不要！”就在这时，咚咚咚，一道敲门声响起，接着传来一道甜美标准的女声：“客人您好，您点的客房服务到了。”莫名其妙的敲门声打断江年格外的暴躁，他冷声回道：“没点。”那道女声却纠缠不休：“2204，确实是客人您呢，不如客人您打开门确认一下。”说完，门外的酒店前台小心翼翼地看向了一旁面色冰冷的男人。就在几分钟前，酒店外来了好几辆豪车，车门打开下来10几个威猛的黑衣人，黑衣人簇拥着眼前这个男人走进了酒店，男人身边还跟着一只大狮子。当时身为酒店前台的他吓得话都不会说了。那狮子高大威猛，步态慵懒，眼神却很是高冷犀利，就好像是丛林里走出来的狮子王。而旁边这个宛如神奇的男人，一身西装，金贵高雅，俊颜宛如冰雕，似乎一个眼神就能杀人，气场更大。那狮子王跟在他身边就跟只大猫猫似的。此刻男人开口了，继续，那声音冷漠又无情：“客人，求求你开门确认一下好吗？不然我会被扣奖金的。”沈洛哭唧唧：“阿爷，你看他多可怜，你去看看吧。”江年一拳砸在了床上，而后随手捞起他的小短裤，塞进了沈洛的嘴里，不让他说话。江年扭头看他：“阿洛，你最好乖一点。”江年深吸一口气，整理了情绪，走到门边打开门。门打开的那一刻，只来得及看到一片金黄，下一秒江年就被狠狠地扑倒在了地上。江年闷哼一声，后脑勺磕在地上，脑袋阵阵发晕。扑倒他的东西一爪子踩在了他的伤口上，那一瞬间疼痛几乎让他晕死过去。等他终于从晕死的边缘缓过来，便看到一只硕大的狮子以及一个气场绝对强大的男人。那男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冰冷蔑视。而后那个男人抬腿走向了酒店的大床。沈洛已经吓疯，为什么沈九会出现在这里，还被撞见这种场面？他要怎么办？他该怎么说？这次就算他有3寸不烂之舌，怕是也圆不过去了吧？沈九一副要吃了他的可怕眼神。这一次他清晰地认知到，他翻车了！救命啊！沈九的目光落在沈洛光溜溜的双腿上，那一刻他控制不住的想要杀人。他那么宝贝，那么宠着惯着，他都舍不得碰，竟然被别人碰了。沈九咬牙切齿，把他给我绑了。是，老板。2个黑衣人上前，金童狮子十分的通人性，立马松开了爪子，退到了一边蹲着，懒洋洋的舔起了爪子上的血。2个保镖走向江年，那一刻江年撕咬舌尖，疼痛让人清醒。他抓住机会，一把抓住伸到了眼前的手，用力，男人的手指直接被捏断了。而后江年偏头躲开另一人的拳头，江年拼着受伤的身体和黑衣人扭打了起来，但黑衣人人多势众，江年又受了伤，没2下江年便被制服了，被五花大绑的扔到了地上。江年身前的伤口彻底裂开了，鲜血染满了整个前胸。他虚弱却依旧愤怒地瞪着床边的男人：“你是谁？凭什么绑我？”沈九给沈洛套上了裤子，而后拔出他的小短裤：“宝宝，你跟他说我是谁？”修罗场在面前，沈洛不敢说话，这2个他都得罪不起。沈洛心想，还是把小短裤给他塞回去吧。沈九帮沈洛松了绑，而后弯腰捏住了沈洛的下巴：“宝宝，还不说吗？再不说我可就要在这里处罚你了。”沈洛吓得一抖，结结巴巴地说：“我九叔。”江年蹙眉，而后恍然间想起来，那个曾经送沈洛上学的男人，高高在上看他如看蝼蚁的男人，他不是沈洛的亲九叔。原来那个时候他和阿洛就不清不楚了。
一想到这儿，江年越发愤怒，他冲着沈九喊道：“你凭什么帮我？放开我！放开阿洛！”沈九根本就没看江年一眼，他低头亲了一下沈洛的唇，而后狠狠地咬了一口。不乖，重新介绍。看到沈九亲沈洛的时候，江年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干什么？放开他，他是我男朋友。沈九闻言轻声一笑，巧了，这也是我男朋友。江年虽然隐约猜到了端倪，可是亲耳听到对方说，他还是觉得不可置信。明明她男朋友在学校牵一下小手都不敢的人，那么乖，那么胆小，竟然敢同时脚踏两只船。江年愤怒地瞪着猩红的双眼喊着：“阿洛！”沈洛知道会翻，可是他没想到翻得这么快，这么猝不及防。现在他只想来调地缝，让他钻进去。此刻沈九就如他养的那只金铜狮子一般，高贵优雅地看着他。目前看来不会伤人，可一旦他说错话，就会随时会扑上来要人命。而江年便用那双猩红的狗狗眼看着他，用那愤怒、伤心、难过的眼神，不停地在他心里捅刀子。两个男朋友选哪一个都是死。房间里死一样的寂静，气氛压抑到了极致。金铜狮子舔完了血，懒洋洋地趴在地上，直直地看着江年。酒店前台愣愣地站在门口，一副惊呆了的表情。刚开始打开门，看到那小朋友被绑在床头，他以为这是一个解救的故事，可看着看着，他又觉得这是一个抓奸的故事。到此刻，他只想说那小朋友真是牛逼，看着年纪也不大，竟然已经有2个高质量的男朋友了，而他一个正儿八经的美女，却2个男朋友的影子都没有。所以那小朋友要怎么选呢？他真的很好奇，偷偷拿眼睛瞄那小朋友。此刻的沈洛已经快被2个男朋友逼疯了，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沈九的耐心几乎已经到了极限。宝宝，那声音阴森森、冷冰冰、危险至极。小朋友才做选择，他都要。沈洛一不做二不休，大声说道：“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们和我分手吧，我这种渣男海王配不上你们，知错能改就是好宝宝。”但沈九宠溺的语气一转，冷声的说道：“你只需要和他们2个分手就好。”江年这时怒火中烧，根本没注意到苏九话语中的2个，他咬牙说道：“我不同意，阿洛，我不同意。”苏九弯腰打横抱起沈洛，走到江年跟前，居高临下的睨着江年，那模样像是高高在上的神痞睨着渺小的蜉蝣一般。苏九开口了：“不需要你同意，今天过后就不会有你这个人了，带走。”话落，苏九抱着沈洛大步走出房间，金铜狮子慵懒的跟在他身后。苏九抱着沈洛坐上车，金铜狮子乖顺的爬上了副驾驶蹲着。这时一个黑衣人扛着江年问道：“老板，这人扔后备箱。”苏九冷漠的说着，关上了车窗，阻挡了沈洛的视线。江年本来就受了伤，又和那些黑衣人对打出了不少血，脸色比纸还白，得尽快去医院才行。可此刻他感受得到苏九压抑在体内的澎湃怒气，他想给江年求情，可又不敢，他怕一个不慎把苏九惹怒，苏九会不顾场合在车上收拾他，跟他算账。可是江年内伤，沈洛纠结了许久。车子启动的时候，沈洛伸手拉了拉苏九的衣服，小心翼翼地喊着：“九叔。”车厢里光线昏昏暗暗，但沈洛看得清楚，苏九看过来的眼神冰冷凌厉，狭长的眼如带着霜的利刃，杀气逼人。沈洛害怕的缩缩肩膀，像一只胆小的鹌鹑，磕磕绊绊地说着：“九叔，那个江年受伤了，能送他去医院吗？”苏九冰冷的双眸一点点压紧，气息低沉而又危险。而后他抬手狠狠捏着了沈洛的下巴。你说什么？沈洛的下巴就像是要被捏碎了。他知道这次苏九是真的动怒，可是江年是他刺伤的，他不能不管江年。沈洛抿了抿唇：“九叔，江年他流了很多血，会死的，求你送他去医院吧。”苏九轻轻地笑了起来，那嗓音低低沉沉，醇厚磁性，本是极好听极性感的，可此刻落在沈洛耳中却格外的危险。路边的五彩霓虹一晃而过，那一瞬间，沈洛看清了苏九脸上的神情，冰冷一片，怒极气急。他生生打了个寒战。苏九捏着沈洛下巴的手越发用力了，他又恨又气，几乎咬牙切齿地说：“宝宝，不要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其他男人的名字。”话落，苏九便狠狠地堵住了沈洛的嘴。沈洛的嘴巴本就被江年疯狗一样咬烂了，现在又被苏九残暴的蹂躏，痛得钻心，眼泪止不住的流。沈洛内心哀嚎，这一晚上还能不能完了啊？这就是当海王的下场吗？救命啊！另一边的沈洛的第3个男友贺晨星正忙着手术，还没得知自己小男友脚踏3条船的事。他刚刚下手术台，手术室的医生护士一脸喜色，纷纷鼓起了掌，真是太完美了。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贺医生做手术，但每一次看都觉得很震撼。贺晨星没有说话，疲惫地走出手术室，脱了防军服，脸色清白。他洗了好几遍手才拿出自己的手机，他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往办公室走。这场手术持续10几个小时，堆积了不少信息。他挑着重要的先看，一个名叫剧的人发来消息：“你要的信息发你邮箱了，内容非常丰富，物超所值，记得打尾款。”贺晨星快步回到办公室，打开了电脑，进入邮箱看起了信息。他看到一条没有备注名称的信息时，贺晨星挑了下眉，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了信息，却没想到那信息内容竟然是他家洛洛、沈洛在家收拾东西的背影，以及一张机票信息截图。洛洛为什么要出国？就在这时，压缩包解压完成，他放下手机，点开压缩包，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照片。他随意的点开一张，图片放大，贺晨星的眼神一点点变得阴鸷。好巧不巧，他点开的和苏九点开的那张一样，都是沈洛和江年相拥在樱花树下的唯美照片。贺晨星和苏九一样，在沈洛闹分手的时候，他们都多了个心眼，找专业的人调查沈洛，而江年和沈洛是很好调查的。校园网上有江年和沈洛的 CP 楼，里面全是他们俩的照片。除此外，还有写他们的同人小说，甚至还有手巧的同学画了尺度暧昧的插图，这些都被打包发给了贺晨星。电脑的光悠悠的照在贺晨星脸上，他修长冷白的手指拿着手术刀，一边擦拭一边轻笑起来。内容的确很丰富，小东西玩得挺野，竟然还敢脚踏2条船。贺晨星自虐一般一张一张翻看着照片，每看一张眼底变冷一分。当贺晨星看到苏九的照片，很明显愣了一下。苏九，苏家家主，还真当你是洛洛的九叔了。传言沈家家主性冷淡，那方面有问题，对所有美色都不屑一顾。看来传言不实啊，这不就被自家小东西给迷住了吗？他这小男友还真是让人意外，平时看着又乖又可爱，单纯清澈，却不想竟然偷偷给他戴了2顶绿帽子。不仅如此，甚至有好几次小男友戴着绿帽子在他眼前晃，他竟然没有察觉到。贺晨星拿起手机重新看着那张机票照片，自言自语：洛洛，就算你
你跑到天涯海角，陈哥一样能找到你，让陈哥看看你现在在哪个男人怀里撒欢。贺晨星退出消息页面，打开了一个软件，软件看起来像个地图，但上面却有一个小红点一直在移动。贺晨星诧异的挑眉，眼里闪动着惊喜的光芒，竟然还在海市。贺晨星立马站了起来，脱掉了白大褂，拿起外套和钥匙出了办公室的门。他现在就去把那小坏蛋抓回来狠狠的教训。另一边，车子一路开到了人迹罕见的海边，沈洛踉踉跄跄的下车，不远处是无边无际暗潮汹涌的大海，他的心没来由的沉了下去。苏九要做什么？为什么要来海边？黑衣保镖把江年从后备箱扛了出来，粗鲁的扔到了碎石掺杂的沙滩上。江年痛哼了几声，月色下的脸青白一片，头发被冷汗打湿粘在头上，看上去像一只狼狈的流浪狗。阿年，沈洛很担心，他刚要跑过去就被苏九拽住了手拉了回去。苏九揽着沈洛的腰肢，在他耳边阴森森的说道：“宝宝是不是忘了我刚刚说的话？我不希望在你的嘴里听到其他男人的名字。”沈洛害怕极了，身体不停地颤抖着。江年那样子就跟快死了一样，若是江年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沈洛吓得不敢往下想，急得哭了起来。可是啊，他受伤了呀！九叔，求求你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一个人错，你要打要骂冲我来好不好？苏九从小就是天之骄子，他长相出众，他家境优渥，能力拔尖，从小就是被人追捧的对象，从来都是别人仰慕他追求他，他何曾为他人驻足过？也就沈洛了，他第一次把人放在心上，第一次这么耐心的宠着一个人，第一次愿意为了一个人改变自己。可这人却勾三搭四，水性杨花不守难得，竟然给他戴了2顶绿帽子，如今更是当着他的面维护野男人。苏九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嫉妒，什么叫妒火中烧，他第一次丢了他的尊严。月色下，苏九神色狰狞如恶鬼。宝宝，你再说一个字，信不信我现在立刻马上把他扔进海里？沈洛被泪眼婆娑，茫然地看着苏九，可他会死的。那一刻，在商场上一向冷静自持的苏九第一次乱了分寸，一时间所有的理智都被淹没，只剩下一腔怒火。苏九看着沈洛，眼神冷如冰刀，咬牙说道：“把江年给我扔进海去！”安静立于旁边待命的黑衣保镖立马训练有素的应了一声：“吃醋了。”苏九没想到自己小男友居然当着自己的面维护野男人，从小就是天之骄子，受人追捧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嫉妒。怒火中烧的苏九当即就要将他的野男人丢进大海喂鲨鱼。闻言，黑衣保镖立马走到江年身边，直接拖着江年往海边走。江年的身体在碎石遍布的沙滩上拖行，露出的皮肉血淋淋一片，把沙子都染红了。耳边是江年痛苦的闷哼声。沈洛吓得慌乱地抓住苏九哀求，他每求一个字，苏九的心就痛一分，心中的恨意便浓烈一分。他神色越发狰狞，扔下去。沈洛吓得嘴唇直哆嗦。九叔，阿洛，别求他，我知道你爱我，你担心我，这就够了。江年明明已经很虚弱很狼狈了，可那双猩红的眼睛依旧挑衅嚣张地盯着苏九。不是。沈洛想要否认，他虽然是真的担心江年，可在他心里，江年和苏九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怕江年这么说会激怒苏九。江年却没给他机会，笑着说：“阿洛，别愧疚，我没怪你，我知道你不爱他，你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权势才答应和他交往的。”沈洛心里更慌了，他焦急地看向苏九，摇头说：“不是这样的，阿洛，你承认吧？”江年继续煽风点火，颠倒黑白，他得不到的人，其他男人也别想得到。他就算是死，也要在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心里种下一根刺，让他永生永世都不好过。他一个老男人，要身材没身材，要体力没体力，你图他什么？还不就是他的权势地位？不然你又怎么会和我在一起呢？我年轻，我体力好，我身材好，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苏九在商场混了那么多年，对于这种拙劣的离间计激将法最是熟悉不过，他本不会放在心上，可那声老男人却精准地刺中了苏九的要害。他自认自己是一个完美的男朋友，他相貌、身材、家世、学历都无可挑剔，唯独一点，他和沈洛差了整整12岁。沈洛还青春貌美，而他却已经是老男人了。苏九终于正眼看向了江年，不错，离间计。苏九冰冷的唇角轻轻勾起。不过你以为我苏九是谁？以后宝宝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将被我占有。而你江年，宝宝会彻彻底底的忘记你。江年即便痛苦不堪，却依旧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狂笑道：“可苏九，你这辈子都别想完完整整的得到阿洛，是吗？”苏九意味深长的笑了。若是宝宝从始至终都不记得江年这个人呢？江年狂妄的眼神变得阴森。什么意思？我们苏氏科研所最新科研成果是关于记忆的。苏九点到为止。月色下，他唇角含着浅笑，姿态金贵高雅，如一尊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神。苏氏科研所最新研究成果可侵入他人记忆，更改他人记忆。当然，开发这项技术主要是用于医疗。不过，若是他想，也不是办不到。若是沈洛恨他，他可以把沈洛的记忆改写一遍，以后沈洛的记忆里便只会有他一个男朋友。苏九唇角的笑意更大。小朋友，你可以安心去海里游泳了。黑衣保镖听懂了苏九的言外之意，闻言加快了脚步，拖着江年大步朝着海边走。不要啊！沈洛哭着大叫着，拼命的想要挣脱苏九。苏九，你疯了吗？你快放了江年！苏九直接拦腰抱起尖叫的沈洛往车边，他走边冷声说道：“给我扔远点！”看到沈洛尖叫维护的样子，那一刻他的心里只想让那个男生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敢染指他家小混蛋的男人都该死。剩下那个叫什么贺晨星是吧？沈洛的手不停地捶打着苏九，撕心裂肺地喊着：“苏九，你个混蛋，你那是杀人！”苏九脚步却越发坚定地往车边走去，他不顾沈洛的尖叫挣扎，强行关上了车门，冷声命令：“开车！”沈洛崩溃大哭：“苏九，你个老畜生，老混蛋！”车子启动，车门落锁，苏九终于放开了沈洛。沈洛立马转身从车后座往后看，远处2个黑衣人抬着江年用力地晃荡着。沈洛瞳孔猛缩，嘶吼道：“不要！”下一秒，2个黑衣人松手，江年如一块石头一般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落进了海里，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片黑沉沉的大海。沈洛瞳孔不住地颤抖着，伸手立马捂住了嘴巴，悲伤绝望的眼泪决堤一般滚落。苏九已经被极度折磨疯了，他伸手掐住沈洛的下巴，
法强迫他抬起头。宝宝，你别逼我，要是再让我……老板，苏九的话被司机打断，前面有辆车好像是冲我们来的，应该是想把我们逼停。苏九扭头看去，笔直的海边公路上，一辆黑色越野冲破黑夜，从公路那头咆哮着直冲冲的向着他们冲来。苏九正在气头上一腔怒火得不到发泄，现在撞上来的车都是找死，更何况他名下的车都是经过改装加固防弹防撞。他微眯着眼冷声道：“不用改道，加速。”闻言，司机丝毫不怀疑这个命令的正确性，真的没有减速改道，而是动作麻利的加速，直接迎着那辆黑色越野冲了过去。疯了，苏九疯了，司机也疯了。对面车上的贺晨星见状，唇角含笑，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苏家家主，竟然加速。说话间，贺晨星也加快了速度。老板，对方也加速了。我们是，只要不是沈洛的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让他失去理智和体面。他姿态金贵高雅的靠坐在椅背上，双腿交叠。继续，他倒要看看谁硬得过谁。司机得令，训练有素的再次加速。看到苏九的车再次加速，贺晨星勾唇含笑。苏家家主果然胆识过人。喃喃间，贺晨星加大油门，仪表盘上的指针数再次飙升，他也跟着加速。凌晨的海边公路上，接二连三的响起了汽车加速的轰鸣声。前面的车不要命似的冲过来，像是一头发疯的野兽，而他们的车也不减速。那仪表盘上的数字已经直逼200了。两车的速度都非常快，直直的冲着彼此而去。前一秒感觉对面那车还在公路尽头，眨眼间两车便只相差不到100米距离。而那一刻，沈洛也终于看清对面车上的人是谁。同一时间，他的耳边响起苏九低沉阴森的声音，竟然是他，难怪会不要命的冲过来。也就这眨眼间，两车的车头几乎撞在一起。那一刻，沈洛连呼吸和哭泣都忘了，心咚咚咚的跳个不停。要死了吗？其实死了也挺好。江年因为他死了，就算他活在这世上，以后每一天都会活在愧疚自责里。更何况他活着还得面对疯批苏九，并教贺晨星。只是想想那日子就没法过。那一刻，沈洛的眼神比任何人都疯狂决绝，他只希望能快点解脱，他希望两车能狠狠地撞在一起。贺晨星的目光紧紧锁在沈洛的脸上，看到那张脸，泪水横流，他是又恨又心疼。下一秒，就在两车要撞上时，贺晨星极快地转动了一下方向盘，他的车头几乎是擦着苏九那辆车的车头错身而过。贺晨星和苏九不约而同地摇下了车窗，两个男人隔空对视，那一刻空气中仿佛冒着噼里啪啦的火花，火药味十足。沈洛隔在两人中间，感觉要死了。踏过2条船的都知道，虽然同时拥有2份快乐，但每天都过得胆颤心惊，生怕两人碰面。可男孩却一口气直接脚踏了3条船，即使每天醒来前后火辣辣的疼，男孩还是咬牙强忍坚持了3年。可直到今天，被两男友夹在中间的沈洛只感觉要完。洛洛就劳烦苏总照顾一下，我待会儿就去接他。苏九亲昵地搂住了身体僵硬的沈洛，我自己男朋友当然是我自己照顾，贺医生不必来接，怎么能不去接呢？那也是我男朋友呢。那语气就像是面对病人家属一般温润和缓。现在不是了。话落，苏九当着贺晨星的面含住了沈洛的唇，沈洛刚要挣扎，苏九的另一只手便扣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让他动弹不得。贺晨星冷白的手指紧紧握着方向盘，上面青筋浮现。若不是沈洛还在车上，他又怎会调转车头？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撞上去。就算对方是沈家家主又如何？他的人谁都不可以碰。两车完全错身而过，后视镜里，苏九的车子呼啸着驰向远方，最终载着他家洛洛消失在了无边的黑夜中。贺晨星把车停在了海边，咬着烟，他拿起手机。作为医学界怪才，这些年他接诊了不少大人物，这次也该是他们报答他的时候了。沈洛被苏九带到了庄园，他来过很多次，每一次都玩得很高兴。除了这次，看着缓缓合上的铁门，他突然感觉这个庄园就像个牢笼，不知道待会儿苏九会把他怎么样。苏九那么骄傲强势的男人，跺一跺脚就会让商界抖3抖的存在。他在外人面前从来都是备受遵从的，可他却给他戴了2顶绿帽子。他想象不到苏九会怎么收拾他。车子稳稳地停在了别墅门口，苏九先下车，而后如以往一般绅士向他伸出了手。可这次沈洛却不敢把手搭上去，他抱着膝盖坐在车另一头，不愿意下车，像只受到惊吓缩成一团的猫猫。苏九偏头往里看了一眼，喊道：“宝宝。”沈洛害怕地摇头，他想哭，可哭太多，已经哭不出来了，一双眼睛红肿得像核桃。他昂头看着外面的苏九，脸色惨白。九叔，我要回家，你送我回去吧，好不好？那声音嘶哑又细小，小猫似的，任谁听了都要心疼。就算苏九恨沈洛也不例外。可很快他便又狠下了心肠，宝宝，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沈洛摇头，不是，这里不是。九叔，求求你看在我哥哥的份上，放我回去吧。苏九耐着性子哄道，今天谁来都没用，宝宝，别让我失去耐心，乖一点，过来。沈洛不敢，总觉得往前一步就是无尽的深渊，他会被苏九那老男人好一顿收拾。他害怕，特别是亲眼看到江年被扔到海里后，想到江年，沈洛的整个身体都害怕的颤抖了起来。苏九终是失去了耐心，他弯腰进去抓住沈洛的手，把人往外拉。沈洛拼命的尖叫着，手脚一阵乱踢乱打，可最终他还是被苏九拉了出去。苏九直接把人扛在了肩上，沈洛腾空而起的瞬间吓得尖叫了一声，紧紧抓住了苏九的衣服，而后便是拳打脚踢。旁边的黑衣保镖见状提议，老板，不如让我们来。苏九看向他，眼神漆黑冰冷，你来。黑衣保镖立马认错，对不起，老板。苏九扛着一路尖叫抗议的沈洛直行到了浴室，他把沈洛扔到了宽大的浴缸里，而后挑起开关，热水哗哗喷出，洒在沈洛身上。沈洛身上的衬衫瞬间湿透，贴在他身上衣服透明一片。苏九眸色难看，因为沈洛身上满是江年啃出来的红痕，就算是隔着一层布料依旧看得清楚。他现在只想让人把那个江年从海里捞起来碎尸万段。沈洛抱着腿缩在浴缸里瑟瑟发抖，他总感觉苏九下一秒就要扑上来咬自己。苏九上前了一步，沈洛像是受到了惊吓的猫，猛一动弹撞上了浴缸壁，痛得他泪眼朦胧。苏九抓住沈洛的衣服，粗暴地扯开扔到地上，而后大手落下，一言不发地开始搓揉着他的身体，从那长满了草莓的肩膀开始，而后是咬满了牙印的锁骨，接着是开满绯红花朵的前身后背，还有那纤细柔韧的腰肢，细长笔直的大长腿。苏九的力气极大，不消片刻，沈洛那细嫩银白的肌肤便绯红一片，如云霞一般，所有的红痕都不见了。沈洛身上火辣辣的疼，苏九似乎是要把
把他的皮搓掉一层。终于沈洛忍不住，他小声的抽泣着，痛，九叔别搓了，痛。苏九轻哼一声，停手，直起了身体。他修长的手指解起了衬衫扣子，露出的上半身线条优越流畅，肌肉结实，8块腹肌快是快的堆叠在一起，不夸张却又蕴含着男性的力道。性感的人鱼线一路隐没在了裤腰，啪嗒，他伸手解起了皮带，裤子脱掉，一双腿结实修长。而更让沈洛震撼的是，苏九的那里当短裤脱落的时候，那东西直接弹了出来，壮观极了。同为男人，沈洛忍不住多看了2眼，他不得不说苏九的男性资本很雄厚，完全可以傲视群雄。苏九抬起脚，哗啦一声水响，他进了浴缸。沈洛推着靠近的苏九，九叔你干什么？你说呢？苏九反问一声，说话的同时他抓着沈洛的手腕，把人一把拉到了怀里，两人都是赤果果的状态，肌肤贴着肌肤。沈洛一瞬间汗毛炸起，他刚要逃离，苏九那双修长有力的腿便直接夹住了他的双腿，让他动弹不得。与此同时，他的手被苏九反锁在了身后，苏九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把他沾湿的头发顺到一边，而后低头轻轻地吻着他的额头，他的眉眼鼻梁像情人一般温柔。也就在此时，苏九的手指落在了沈洛的身后某处，他的唇滑落到了沈洛的耳边，轻声却又危险地问：宝宝，他碰你这里了吗？沈洛忙摇头，没有没有，九叔，求你放我回去吧，宝宝，等我要了你就带你回去，我会去你家提亲。苏九一时间竟然差点把持不住，心中激荡不已，荡起一圈一圈涟漪，一股热意不受控制的直冲下腹，本就顶天立地的落落，一时间越发的肿胀难忍，直直的抵着沈洛细嫩的大腿，烫得惊人也实更的吓人。沈洛一颗心战战兢兢，只能僵硬着身体一动不敢动，瞳孔不住的颤抖着，浓密卷翘的眼睫害怕的轻轻眨着。见他如此模样，苏九恨不得把沈洛按在浴缸里，狠狠的冲刺，狠狠的修理。苏九眼里的神色越发的炽热，沈洛如履薄冰的保持着姿势，不敢乱动一下，他觉得自己可能保不住自己的。苏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吓唬他，苏九是真的想要他。余光里那凶器的身体高大威猛，挺拔修长，因为激动又红又肿，青筋遍布，狰狞而又凶狠，此刻正虎视眈眈地抵着他的大腿根，一副跃跃欲试的姿态。P 总裁为了占有脚踏3条船的小男友，竟给他戴上手铐，准备将他囚禁起来。他还为了彻底占有沈洛，准备今晚就将他吃干抹净。宝宝，等我要了你就带你回家提亲。说着，苏九的手指竟然直接塞了进去。沈洛惊呼一声，异物强势侵入，他本能的收紧了那里。见他如此模样，苏九恨不得现在就把沈洛狠狠的修理一顿。他眼里的神色越发的炽烈，呼吸也越发的粗重滚烫，落在沈洛耳边，烫红了他的银白的小耳朵。沈洛知道他不是吓唬他开玩笑，苏九现在是真的想要他。此刻的苏九正虎视眈眈的抵着他的大腿根，一副跃跃欲试的姿态。如今苏九那臭不要脸的老畜生上下夹击，沈洛退无可退，江年被扔进了海里，生死未卜。贺晨星也不是苏九那老男人的对手，除了他们两个，没人知道沈洛被苏九这个老男人带走了。想到这里，沈洛绝望的扁扁嘴巴，晶莹的泪珠从发红的眼眶中滑落。沈洛知道此刻要是让苏九那老混蛋得逞，他肯定会死的。就在这时，苏九那老男人的手指动了一下，吓得沈洛脸上的血色如潮水般急速褪去，惨白一片的哭喊着：呜，九叔，痛痛痛！沈洛虽然交了3个男朋友，却是个正儿八经的处男，再加上今天晚上接连发生的这些事，此刻只觉全身哪都痛。苏九双眼憋得猩红，呼吸越发灼人，他喉结滚动数下不止。下一秒，他凑近沈洛的血色的小耳朵，宝宝放松。沈洛的耳朵被撩拨得酥麻一片，轻薄的身体轻轻抖了抖。九叔，求你了，我真的怕。呜，沈洛嘤嘤哭了起来，眼泪越发止不住的往下流。他希望苏九能看在他可怜的份上放他一马。沈洛哭得梨花带雨，若是平日里，苏九早就心软的一塌糊涂，而后抱着沈洛哄了。可是今天他铁了心让沈洛成为他的人，他恨沈洛，他第一次卑微的掏心掏肺对他，可沈洛却背着他同时和其他男人交往。现在他想明白了，既然割舍不下，那就把人占为己有，再关起来好好锁在自己身边。苏九心中爱意和恨意交织，滚烫的舌尖轻轻舔着沈洛的耳朵，宝宝别怕，只要你乖，我会轻一点，会让你舒服的，相信九叔。话落，苏九叼住了沈洛银白小巧的耳垂，含在嘴里反复逗弄着。沈洛本能的躲闪着，男人的大手固定着沈洛的脑袋，让他不得动弹，只能任由男人欺负。苏九心里的躁动如那即将喷发的火山，不停地翻滚着，可他却不得不暂时放过沈洛，因为沈洛哭得太凶了，差点背过气去。苏九只好暂时妥协，拿开了那威胁的手指，耐心地轻抚着沈洛的后背，细细的亲吻安抚着沈洛。他有的是时间，虽然迫切的想要这个人，但他和沈洛的第一次，他希望自己满意，沈洛也满意。苏九这般想，可他的身体却不这样想，若是不疏解发泄，那火只会越烧越旺。沈洛好一点以后，苏九便迫不及待地含住了沈洛的唇，舌尖强势地撬开齿关，滚烫的舌头滑进去，长驱直入，与沈洛的交缠在一起。在沈洛快要踹不上气的时候，苏九松开了沈洛。沈洛像条离开水面的鱼，张着嘴不停地呼吸。苏九看着那微张的红唇，心中一动。下一秒，苏九修长的食指塞进了沈洛的嘴巴。沈洛睁着一双水气迷离的双眼，茫然地看着苏九。苏九的食指在里面放肆地搅弄起来，肆意地挑逗着，勾缠着沈洛的舌头。随着他不停地搅弄按压，沈洛的双眼越发迷离朦胧，脸颊绯红。与此同时，他心里越发的羞涩。沈洛娇软地叫了一声，苏九的心狠狠地颤动了一下，心中的躁动终于得以疏解。可越是疏解，他越是想，下面也越是难受，就像是饮鸩止渴，心里心痒难念，只想一冲到底。他的手指便越发不受控制地放肆了起来。沈洛又软唧唧地哼了一声，下一秒沈洛便紧紧咬住了嘴巴，那叫声太娇软了，他怎么会发出那样的声音？沈洛又是惊恐又是难过又是羞恼，满脸娇红。苏九被那叫声激得心中一颤，似是有电流窜过，感觉整个身心都是酥
酥麻麻的。宝宝叫出来，苏九又哄着，声音越发嘶哑。沈洛羞恼不已，不停摇头。可苏九坏得很，他想听沈洛叫出声而来，手指不停地按压搅弄。沈洛终是露出了一点点娇娇软软的哼唧声。苏九觉得差不多了，抽出了手指，双手掐住沈洛发软的腰肢，让沈洛坐在自己身上。沈洛吓得跪在地上，他双手紧紧地抱住了苏九，大声哭嚷着：“不要，我不要！”苏九深呼吸，压下心中的躁动，尽量安抚宝宝：“乖一点，自己坐上去，我不想对你动粗。”沈洛娇声娇气地哭着：“不要，九叔，我会坏掉的。”苏九耐着性子又哄着，他几乎已经控制不住想要狠狠地破坏、占有、侵犯，这是他最后的耐心。沈洛不住地摇头：“我可以用手帮你好不好啊？九叔，求求你了！”苏九不再多说，直接掐住沈洛纤细的腰肢，用力往下按。“不要，我不要，求你了，九叔！”沈洛尖叫着拼命挣扎，不管沈洛怎么哭求，苏九都无动无衷。他现在一门心思只想要了沈洛。他掐着沈洛的腰肢，一点点的往下按压着，眼泪顺着眼角不住滚落。沈洛的手不停地打着苏九，掐着苏九，可依旧阻止不了自己继续往下。完了，他一个男人被另一个男人，只是想想他就心底发寒。“九叔，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沈洛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他绝望的恨不得咬舌自尽，可是试了试，发现咬舌头好痛，咬不下去。砰砰，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巨响，就连浴室里的苏九都听见了。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此刻庄园门口，好几辆猛虎越野并排着猛撞庄园大铁门，轰隆一声巨响，铁门被生生撞坏。贺晨星开车直冲而入，2分钟后敲门声响起，沈洛闻声双眼一亮，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九叔，敲门声，有人找你。”“宝宝，今天谁敲门都没用。”苏九阴质地说道。咚咚咚，敲门声再次响起，听上去更急了。“九叔，你听，还在敲，可能有急事，你快去吧。”“我又不跑。”沈洛而后又竖起手指发誓说：“我保证，我一定乖乖等你回来。”可苏九却直接堵住了沈洛的嘴，发泄般狠狠地亲着，直到把沈洛亲得脸红身软才放开他。而后他踹膝着在沈洛的耳边咬牙切齿地说道：“小混蛋，别费劲了，你的保证我一个字都不信。”敲门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还有一道焦急的男声传来：“老板，贺晨星开车硬闯进来了，他带了不少人，我们的人都被打伤了，他现在已经在门口了。”家长了，见家长了。沈洛2个男朋友要一起见家长了。苏九眉心轻蹙，他没想到沈家竟然知道自己准备囚禁洛洛这件事。苏九刚挂断电话，管家来报沈家父母到了。他们从哪儿知道的消息？洛洛在他这儿。就连远在国外出差洛洛的哥哥沈潇都知道了。苏九没有多想，起身相迎。“张董，沈董请坐。”张凤瑶坐下后环顾一圈客厅，没看到沈洛，而后把目光落在苏九身上，笑道：“叫什么张董？又不是在外面，叫张姐就行。对了，我家小宝呢？他哥说在你这儿，让我们过来接一下。”沈志成跟着点头：“小宝给你添麻烦了，我们现在就带他回去。”“叔叔阿姨好。”贺晨星不知何时站了起来，走到了他们身边，眉眼一弯，含笑说着：“我是洛洛的男朋友贺晨星。”张凤瑶和沈志成闻言同时愣了一下，两人的眼里写满了问号。“贺医生也是小宝的男朋友？我怎么没听小宝说过？”贺晨星神色依旧温和如春风。“洛洛说阿姨不许他早恋，所以不敢跟你们说。不过我是真心对洛洛的，这一点还请叔叔阿姨放心。”苏九眉头紧蹙，他没想到会被贺晨星抢了先，他冷声道：“贺医生，你应该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吧？宝宝明明是我的男朋友。”沈家父母猛圈，他家小宝到底有几个男朋友？今早给他们打电话的江年同学也自称是他家小宝的男朋友。医学界怪才贺医生刚刚自我介绍也说是他家小宝的男朋友，如今就连世交沈家家主苏九也说是小宝的男朋友，所以他家小宝有3个男朋友。乖乖，他家小宝不得了，竟然给他找了3个乘龙快婿。张凤瑶心思玲珑，很快猜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肯定是他家小宝同时交了3个男朋友，如今翻车了，所以被3个男朋友抢夺。先不说江年就现在客厅里这2位，一个沈家家主，商场上的老狐狸，心思深手段狠，被他家小宝儿戴了绿帽子，能放过他家小宝？还有另一位贺医生，一身医术冠绝天下，身后不少大人物护着，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家小宝儿落他手里估计也好过不了。眨眼间，张凤瑶便想了许多，他轻咳一声笑道：“那个，不如先让我们把小宝带回家，让我们好好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至于剩下的之后再说，你们觉得如何？”贺晨星虽然能确保苏九不敢动他，但他要想从苏九手里抢回沈洛却是不易。现在与其让沈洛在苏九这里，还不如让沈家父母把沈洛带回家。贺晨星想通以后，笑着附和：“我也觉得阿姨的提议很好。”苏九蹙眉：“该死，到底是谁通知的沈家父母沈洛在他这里？”张凤瑶见苏九不说话，笑着喊道：“小九。”苏九松开眉头：“宝宝应该还在睡，我去叫他，你们稍等。”张凤瑶却跟着苏九一起站了起来：“我和你一起去。”太不像话了，这都几点了，竟然还在睡懒觉。没等苏九开口，张凤瑶率先走向了旋转楼梯，她要看看他家小宝有没有被苏九那老男人欺负了。苏九卧室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没有。苏九把浴室衣帽间床底下都找了个遍，依旧没看到人。他看向门口的保镖，厉声质问：“人呢？”2个保镖一脸惊慌：“我们一直守在门口，没人出来。”贺晨星看着地上的玻璃渣，若有所思，而后大步走向了阳台，往下一看，这一看差点吓出心脏病。他急呼道：“洛洛别动！”闻声，苏九和张凤瑶、沈志成大步走了过去。沈洛穿着苏九的衣服，光着脚踩在1脚宽的屋檐上，他此刻双腿不停地打着晃，眼见着就要站不稳了掉下去，吓得众人又是一阵高呼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沈洛稳住了，他抬头看着张凤瑶和沈志成，心里的委屈一涌而上：“爸妈，我想回家。”张凤瑶心疼极了，她那么大个白白净净的漂亮儿子，此刻却一副备受摧残的模样，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嘴唇破烂，光着的脚丫子冻得发红，颤抖的站在那里，委屈的流泪。张凤瑶眼圈一红，眼里跟着泛出泪光：“宝贝儿别怕，妈妈马上就带你回家。”管家让人在草坪上铺了好几层床垫，又叫人取来了长梯子，直到沈洛安全的下来，众人终于松了口气。此时某私立医院 VIP 豪华病房内，江年靠坐在床上，脸色苍白憔悴。他特意查了，原来除了他和苏九，沈洛还有一个男朋友叫贺晨星，是个医术高超的医生，所以3个男朋友除了他，剩下2个都是权势滔天的人物。虽然他不想认那个抛弃他的女人，可是正如高月
所说，他一个穷小子拿什么和他们争？所以他现在没得选择。奶奶不在，他不想连沈洛也失去。虽然沈洛那个小骗子让人恨得牙痒痒，可是他依旧爱他。遇到这么个骗子渣男，他认，大不了他就把人抓回来关起来，关一辈子。沈洛被3个男人生生折腾了一夜，早就精疲力尽，心力交瘁。上了车一句话都不想说。张凤瑶见状心疼不已，什么都没问，只是心疼地搂着沈洛，并让司机调高了空调温度，加速早点回家。回家后，沈洛看着张凤瑶忙前忙后做这一切，心里感动极了。他抱住了张凤瑶，低声说：“谢谢妈。”张凤瑶爱怜地摸摸沈洛的脑袋，乖，别怕，一切有妈妈在。沈洛越发感动，妈妈真是太好了，不仅没有责怪他的意思，现在还安抚他。等张凤瑶离开后，沈洛脸上的笑意消失，他转身进了浴室，脱掉了衣服。镜子里的他憔悴苍白，原本雪白的身体布满了暧昧的红紫色痕迹，咬痕、吻痕、掐痕。他委屈地抿了下唇，嘴唇微微的疼。纱内间眼里泛出晶莹的泪光。洗完澡，沈洛的身心终于慢慢的放松了下来，身体上的酸疼也得以缓解。他疲懒的微眯着眼，伸手端起一旁的酒杯，轻抿一口红酒。酒精刺激到嘴巴上的伤口，沈洛微微蹙眉，疼痛让理智慢慢回笼。江年为什么不信他是拖着行李箱去医院陪床的，还笃定的说他偷偷的跑？江年怎么会知道他要跑路？他要跑路是临时起意，知道的人就他和张凤瑶，消息不可能是他和张凤瑶传出去的，唯一有可能的事就是系统软软。再联想到软软以前的所作所为，沈洛彻底清醒了。之前软软一直劝他不要跑路，但他不听劝，所有软软很有可能做了什么。还有突然出现在酒店的苏九，那模样很明显就是抓奸的，以及出现在海边以及苏九家里的贺晨星，肯定是软软那个小骗子背着他做了什么。别人的系统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不仅提供各种帮助，还给开金手指，他的系统就是坨屎。那一刻沈洛恨不得弄死软软那个小骗子。沈洛愤怒的在意识海里咆哮：软软，你个小骗子，给小爷滚出来受死！